哎，那位教授啊，你也来了、啊，抱着本心探讨，还没有脱落，真如本心，你们几乎有1相至6相了。为什么一定要1相6相呢？因为生死症结是6根，解脱也是6根，从6根开发，实践解脱生死。楞严经佛陀告诉阿难，众生无始以来迷失本心，本心在日常生活中显现，亦不是不知不觉，所以妄自轮回6道，不得超脱。为什么人会有生死？不能超脱轮回。十方如来异口同声说：“阿难啊，既生无明，使你轮回6道，沉沦苦海啊！这生死的症结就是你的6根，此处别无他物。怎么解脱？”佛陀答：“是从6根解脱。如何令你速证安乐解脱呢？也是你的6根，并非他物。”楞严经指明啊，从6根开发是解脱之道。最快的速度，而且最殊胜的方法，最快的方法是从6根开发。我们讲相啊，楞严经讲根啊，从6根开发。现在在座的以开发1根至6根，6根直接与本心合一的关键。若不解本心，即是无明。你把本心忽略掉了，不是本心，一生客尘烦恼啊！就像乔成呐，佛陀的第1个弟子啊。是叫我回答他：客尘烦恼阻碍显发本心。你现在已经显发1根至6根了，看到自己了，自见其身了。再来要怎么合一？合一什么意思？简言之，安住在真如本心的位置。在经典上，安住在空性中。心经讲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依不依，那种空无的状态哦。毕竟空啊，中道空啊，是真如本心之所在。进入到本心的位置，安住在所谓合一之状态。如何合一？以什么合一？意识流，以意识流进行合一。意识流深入，哇，很深很深的空性中。老子说：“遥兮冥兮啦。”意识流达到最深、最深、最深的至高意识、绝对意识，你就见到光明了。从光明中照见自己。即所谓的自见其身，心经一开头就观自在，观到自己存在了，自见其身了啊。但必须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到彼岸的时候，就是合一的状态，才能见到其身。合一了，你就发现意识深入接触到至高意识、绝对意识，使大放光明，不仅照见其身，法界大日自然自心出，严照法界。万象毕明，山河大地、宇宙人生，严明普照。楞严经说，富罗那问佛陀：“为何忽然生山河大地啊？”佛陀说：“本心觉明，极而常照，照而常寂。”因此啊，心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照见而言成实相。想得到的、物质的。”精神感受得到的行所作所为，有为法无为法，轮转千流不息啊！事真知或妄事都是事，五蕴啊，含藏在如来本心的体性里面，其体性能呈现万象，性相一如。心经云：“是诸法空相，能照见五蕴皆空，照见宇宙万象，言成实相。”五蕴啊，延伸到7大。地水火风空见识，7大包含在空性中。所以佛陀啊回答富罗那：“我没有什么法，也没有什么艺术，我只是能合如来藏，以如来常合为一啊。因此啊，我圆融无碍，空有相融。”楞严经富罗那又问佛陀：“怎么空和有可以相融呢？有形的弟子和无形的空性，怎么空有相融呢？相融就是合一了。佛陀与本心合一，合如来藏，本觉妙明，所以能照见宇宙万有，圆融无碍，周遍法界，圆满十方。
这些词句大家都懂的。佛陀和如来藏生般若妙用。佛陀对富罗那所说：和如来藏，从六根着手，从六根见如来藏性，当体即空啊。佛陀也针对阿人说：如来藏性无法不备，若见一根，见性就周遍法界，清净光明，无所不在。所以佛陀在楞严经开示，由六根入门是最快的，没有其他更迅速的方法了。至于苦修啊、持戒啦、忍辱啦、禅定啦、诵经啦、念佛啦、观想啦，或许三大阿僧祇也莫能成啊。楞严经又说，修到四禅定、四空定，或者灭受想行定，到九禅定，也难以生实相。实相以空性中照见，实相是自然流露融合的空性，你就生实相。不假借以苦修，只依六根启发实相。所以六根是生死的症结，六根也是解脱的捷径。六根就在你当体中，从六根启发实相，则是当体即空。心经讲空，诸法空相，色即空，空即色的空，正是当体即空。当体内有空性、法性、自性、灵性、神性，与真如自性本心同义，皆是如来藏性。另外啊，柏拉图的理行、康德的物质身、笛卡尔的主体啊，还有宇宙学的至高意识、形上学的绝对意识，印度思想家的大幻，名词各异，同义都是针对真如自性本心而说。老子的道、庄子的真经真宰，也都含有真如本心的意味。还有呢，大师中有一个正道者秋风老博士，他介绍中国哲学心性论，我把它摘录下来让你做参考。不用跪，不用，我们这里没有规定跪啊。感本尊，请本尊复位。复位坐下。感恩本尊。依据《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称赞如来，提出赞誉如下。今天赞誉的主题，本尊道之殊胜。我是新进学员，对于本尊道之教义很陌生。偶然的机会在国家图书馆看到罗副会长在辅大宗教研究所的论文，这篇用22万字深入探讨本尊思想的论文，由于架构严谨，文笔隽永，深深吸引我再三研读。我从中体会到本尊思想的殊胜。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提出来赞誉。我所赞誉的内容分作3项。第一项，宇宙光明体的光体、光身、本尊是三位一体，本尊是放光者。人的灵魂只要摄受到宇宙光明体之放光照明，就可点燃法性，显发法身，恢复本来面目。这是本尊独自创获的独门绝活，正是本尊道最殊胜之处。赞誉的第2项，本尊本心观所讲的每个人小宇宙的本心思想，承袭自西洋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其中中国哲学思想部分包括老庄本体思想、儒家道统心传思想，以及中国儒学大乘佛学思想。第3项的赞誉，本尊之开示一言九鼎，每一项都应验。首先做第1项赞誉的说明。本尊思想最殊胜之处，就是宇宙光明体与本体，这是本尊思想中最核心的主题。西元2000年，台大哲学系教授杨慧南在中央研究院第3届国际汉学会议中发表论文，文中提到，慈恩法师告诉杨慧南，宋七力就是本尊，就是光，就是大日，就是宇宙光明体，它是放光者。1993年出版的《光经》也说，光体、光身、本尊代表三位一体。原来宇宙光明体是大宇宙的主体，宇宙光明体是人类生命的总源头。小宇宙每一个人的本体是由大宇宙的宇宙光明体所生。宇宙光明体布虚空，遍法界，穿梭流行于宇宙天地间，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既是无相也无不相。
而人的本体与宇宙空间转移换位，而人内在生命的本体与宇宙光明体原为一体。只因为人的无明导致分离，所以本尊道强调人的灵魂只要摄受到宇宙光明体之放光照明，就可点燃法性，显发法身，恢复本来面目，生实相见如来。这种顿见真如本性的正验功夫，就是本尊道最殊胜之处。可见本尊思想之殊胜，就是没有构筑庞大艰深而又深涩难懂的形上理论，只是一种既简单又直接的涅槃的实证的体验。从哲学的观点来说，就是一种功夫哲学的诠释进入。它主要的特点就是从功夫正验的观点来谈形上实相理论，以及理论是往正验实相的功夫里面讲，功夫是从正验涅槃境界上来说，而生实相见如来则是本体显发正悟当中来谈。也就是说，本尊所开示的理论都是直接证入第一义谛的功夫，而不是在信解行的过程当中兜圈子，而直接证入涅槃实相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就是一个道地的唱演实相义的功夫理论。从这个功夫理论当中，我们发现宇宙光明体的光能凝聚而化身成人类的形象，并以本尊的形象作为光体的形象，依类现形而放光照明。这是本尊道独见而创获最殊胜的独门功夫，珍珠古今东西方人文思想，坎未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来，未有争于此也。本尊能于五浊恶世，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实为甚难稀有之事。因此我们何其有幸，就在今生遇到本尊，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以上是第一项的赞誉。接下来做第二项的赞誉的说明。本尊所讲的每一个人小宇宙的本体思想，其中承袭自西洋哲学本经思想，以及中国佛学大乘佛学思想，老子跟庄子的道家哲学思想。这三部分在本尊道的第1集至90单集当中，本尊已经开示的非常的充分，所以今天基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赘述。但是我今天就针对中国哲学思想部分继承儒家道统心传的本心思想部分，提出简单扼要的赞誉。道统心传是出于孟子。宋朝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序言说，认为古代道统的传承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至孟子而中断，而他们所传的核心思想都在讲道心，也就是本尊所开示的本体和本心。以下我引用14本书来做印证。第一本书《古文尚书》，人心为为，道心为为，为精为一，允绝集中，这16个字就是在讲道心和本心，也就是刚刚本尊所开示的本心。那么第二本书讲《论语》，《论语》里面有道字出现89次，德字出现40次，仁字出现189次。像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有内句的仁德，仁者安仁，仁者不忧等等，都是在讲本体的思想。第三本讲孟子，孟子将孔子所言的仁摄入本心，彰显人心，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学问之道无他，求其仿心而已矣。这正是道地的本心思想。第四本荀子，荀子的解闭篇，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心者，行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大清明而神明之主的心，正是本心。第五本引用中庸，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命就是本体，天所赋予人的本心叫做性，率性就是讲道心，也就是讲本心。第六本讲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所谓大学之道，就是大人之学。所谓大人，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能与宇宙万物合一，就是大人。”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智人、真人、神人。所谓明德，就是一个清净的本心，光烁烁、圆坨坨的清净本心。第7本引用《易传》，《易传》是一本演德的书。那所谓演德，就是展演道能大用之德，以通神明之德。10义的每一篇都在讲德。系辞上讲圣德，文言讲君子适德，元亨利贞；象传讲君子以厚德载物，说卦讲和顺于道德而礼于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系辞下讲复，德之本也。彖传说反复其道，7日来复，复见天地之心。这复见天地之心，就是本尊所经常开示的回归本心，抱元守一，就是复见天地之心。第8本用宋明理学家张载的《张子全书》，《张子全书》说：“天道创生无尽，所以人要扩太虚，合天心。合天心就是本心。”第9本宋明理学家陈明道《二程全书》，他说：“圣人自公心，公心所以通乎天心，以天地合其德，以日月合其明，以四时合其序，以鬼神合其吉凶。”公心就是本尊所讲的本心。第10本宋明理学家陈李川的《以川之语》，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合一，性之本谓之命，自有形来观之谓之心，故心即性，性即理，故心乃道之所在，本心与道浑然一体。第11本宋明理学家胡武峰讲的之言，他说：“有是道，则有是名。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圣人传心，教天下以仁。性，天下之大本也。心也者，知天地载万物，以成性，故能立天下之大本。天下大本之心，就是本尊所开示的本心。”第12本宋明理学家朱熹讲的《诸子语类》。心有体用，未发之前即所谓性。性是心之本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故心与性体用同源，体用一如。唯心无对，心观自灵，常往之来。虚灵就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就是本心。第13本宋明理学家陆象山的《象山全集》说：“心无声无臭，无形无体，故曰为为。道塞宇宙，在人曰仁义，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天之所以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所以说，心即是理，宇宙便是无心，无心即是宇宙。这个就是本尊所讲的本心。”第14本宋明理学家王阳明的《阳明全书》里面有说：“道心者，良知之谓也。人者，天地万物之心；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洁，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良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良知者，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就是本尊所开示的本心。以上我只用14本书来印证本尊的本心思想确有所本，而且也肯定本尊的本心思想确实是中华道统的传承。以上是第2项的赞誉。那么以下就第3项的赞誉提出说明。本尊开示一言九鼎，无不应验。例如，本尊曾经向大众宣布将签名在舍利上，果然高维汉先生在新疆极灭时烧出有本尊签名的舍利。再如，本尊也宣布说，只要是本尊道的会员，将来往生时，本尊分身会接他们前往法界宫，同时一定烧出舍利，而且至少2位亲人亲眼目睹往生者的法身，迄今完全应验。由于本尊的开示实在太不可思议，一言九鼎，每一句话都应验，所以我不得不提出一点小小的请求。因为本尊在93集里面曾经不止一次这样说：
讲哪迄囡仔啦，像陈念虎迄啦吼，啊是毋捌字的阿婆啊啦吼，啊迄显化反而特别快，啊那迄博士啦，啊是迄做官的吼，啊拢颠倒慢。报告本尊，我不小心哦，刚好2项条件都具足。我是文学博士，又是检任级公务员退休。所以我要特别恳请本尊赦罪开恩。今天在现场的有辅大的明教授、石教授，也有科技大学的好几位教授都在现场。我想他们的心情跟我也一样。当然我们都有认知，知道显化要顺其自然。因为本尊的开示实在是太殊胜，只要本尊一句话，胜过我们一辈子耗手穷经啊！感恩本尊。以上赞誉如果有错误及不周之处，尚请本尊纠正，也请各位如来同道多多指教。感恩，谢谢。不客气，你那么谦卑，6项一定有了哈。你那么谦卑，6项一定有。本身文学基础，又是文学博士，又有好心，那你一定认识泰戈尔嘛？念文学的人都知道泰戈尔嘛？泰戈尔就在研究思想，他就有思想。泰戈尔和爱因斯坦的机会举世皆知的嘛。是，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是。我们有西洋哲学的专家在这里，一个西洋哲学的博士，是，不管理论哲学，就是要实践出来。是，哲学不是讲自我的实现，是讲自我是指本心的意思。是，一般讲到我的话，是讲到第8意识而已啊。所以这个里面深层的意思，就现在量子力学在研究的，是全部在我们的里面啊。意识宇宙，宇宙就在我们意识啊。泰戈尔的意思说，我们想什么就在面前。是。想什么就出现实相，当下的实相到彼岸了，合一了，所以到彼岸就空性见了，就观自在了，就自见其身了。到了彼岸就生实相见如来，真理究竟涅槃。涅槃生实相实以涅槃，故曰俗相涅槃。经经告诉你，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达到空性状态，本心本来具足，何来外得？故六祖说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三世之我依波罗波罗蜜多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如本心显化出实相，而见如来了。既然无所得，怎么还有得呢？无所得而得，维摩诘经有无所得而得，真空妙有啊。真空妙有随着缘起起妙用，宇宙万象随着心念口眼而成相。此心念口眼之所以能成相，心念属于五蕴之事，真如本心放光照明，五蕴皆能成实相。是在此空性中，既然照见五蕴皆空，是也必然严成实相。例如山河大地、长城、金字塔等等，风景万物所显的空相，必出自于空性。性与相都是空性了，性相一如了，相不离性了，离相就离性了，所以性相是一体的，出自于真如自性。相不离性，离性就无相，所以性相一如。等一下我介绍显像照片，也是性相一如的范围之内了。从照片中表达真如自性的功能。随着心念口眼所引起的作用，现在我开始第一张，来第一张，开始。从来没有人看过这张原版的，我找出来了，从20万张里面找出来了。你看过顶多几百张啦，送去日本检验的也几百张而已啦。透过照片，这只手这样，墙壁上挂2张照片。相片后面是墙壁，金字塔怎么能进入墙壁？我的手怎么能伸进金字塔，挖出它的领土呢？刚才以《楞严经》富罗那问佛陀：弟子障碍乃属有形空性无形，相为虚通，一通一爱，怎么能互融？为何两者
皆能周遍法界，怎么能相合啊？这是富罗那所疑惑的。佛陀回答：当体即空，妙明性觉，赞明的真如本心，严照法界，照明一切差别，无量差别的事项，归于真如本心之严照。小中可以现大，大中可以现小，互不相往，性与相秉不相碍。佛陀又说：如来常信啊，清净本来，为何忽生山河大地？性觉妙明，湛然常寂，随缘妙用，朗然常照，照而常寂，寂而常照。这些话大家都听过了。所展现的照片都是真如自性的功能起作用而照到的，所以佛陀所说如来藏性，随缘起作用，圆融无碍，即空即有，离开两边，即是中道，空有相融，空有合一，以真如本性合一生妙用，将所深入金字塔的泥土深入果与金字塔的中央。我在当时啊，不懂什么真如啦、般若妙用啊，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佛经，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景物重新想生呢？咦，我讲什么景物就出来了，心念口眼啦，原来空性已有合一了。真如自性放光照出我的事成相，空性见色受想行识的事意识了。我意识到金字塔，就出现金字塔。意识转化成实相的景物，使之实体，能量物质化。如同佛陀对富罗那所说：何如来藏，回观反照，照见万象皆空，本心当体即空，以妙明觉照，严照法界，于法界中如明镜无尘，照见无量差别界的一切事项。因此从小中可以现大，大中可以现小，境与境互不相妨，性与相秉不相碍。真如本心不动本处，遍满十方，照见万象。真如本心严照宇宙万有，岂止金字塔、长城、宇宙万物呢？楞严经啊，如来藏性啊，含吐十方法界，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涵盖十方虚空。所以五蕴中的事，经由照见而生出十方法界，照见五蕴生实相，依其真如之性放光，照见五蕴皆空，都能圆成实相。因此佛陀说，离开法界实相，没有其他的法。佛陀啊，也说了相对照的话：离开法身啊，无有别佛啦。昔日啊，世尊啊，对大迦叶说：无有正法延长，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所以实相法是正法，而实相是法身所变化之宇宙真相。金刚经将实相列为第一稀有功德。记住啊，肯定实相，从实相中可以找到真如自性本心。找到本心后，得光照明，自然知道只有法身，无有别佛了。达摩啊，明白佛陀的心外无佛，离心非道的意涵啊。当梁武帝问达摩：有佛吗？达摩答：无佛。很干脆，佛啊是指自性菩提心，心显发且六相圆满，真心实体化了，就有佛，就有法身。所以佛在实体实相中，六祖坛经说得好：觉者是佛，迷者是凡夫。自性本心能处于无动的状态啊，静者本心，动者法身，静动自如。华严经：众生希望故，是佛是世界。若了解真实法，无佛无世界。佛陀所讲的三世是佛、十方如来，都是佛陀的法身所变化的。因佛陀有法身、应身、化身，化身无量，出自于应身。分化身十方遍布法界，瞬间分身出现不同的地方，称十方如来。分身如来皆出自于真如本心。好，下一章，天坛把它缩小，缩小真如本心的体相，以大见小，以小见大，
如同维摩诘经须弥山纳入芥菜汁，楞严经以一根端毛现宝王刹，以小纳大，以大变小。所以金字塔那么大，怎么能进入小房间呢？是茶艺馆啊，天堂怎么能盖住金字塔呢？下一章，金字塔中的变化。金字塔以大纳小，金字塔以心念口眼盖住了变化，金字塔以实相法缩小，而且使之透明啊，能看到变化。金字塔一般在斗笠里面，这也是在表达维摩诘境界的。好，来，再来，继续来。这是天观光，天观光，天观光后面显现无量佛像。下一章，这是天观光的分身，分身自性法身啊，法身、分身、化身。分身在《金光明经》说的是应身，有的经论讲报身，报身只有一个，化身无量。法身在不生不灭的领域。分身出自法身，取代法身，称为分身。化身源自分身，依类现行，化无量相。金光明经分别三身品，如是说。好，下一章来，2章一组，你看这个弧度啊，和这个弧度一样。好，展现照片是表达本心的功能起作用，不是在表达我自己啊。实现人类的内在真如离体成为法身，所以真如法身确定永恒生命的象征啊。下一章是空视，后面还有雕一个咬的空视电话，这一间是4楼透天处了，台北中山附近对面，30多年前是乡下人茶艺馆，就在会长的餐厅天香回味店斜对面了。我第一次看到分身，就在天香回味店前的路上。咦，奇怪，那个人怎么很像我啊？我讶异着，咦，衣服都一样哎，我就追过去想看他的脸，我匆匆的跑过去，想赶到他的前面，他还跑。那时候我不知道有分身啊，咦，他转到天津街了，就消失不见了，我追不到了，向外永远追不到了。我心想，我的本心就是那个像我的分身啊，他早就显现出来，我不知道啊。现在我心里我认知了，那时候我不相信人类有分身，我更不相信我自己会有分身啊！什么宗教啦，什么信仰啦，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和一般贩夫走卒一样的无明概念。如佛陀啊，对乔仁那讲的客尘烦恼啊，不能显发本心。当时怎么知道真如本心呢？这是佛经的名词啊，我根本没有看过佛经，我怎么知道真如本心？即使看了很多书的人，也不知道有真如本心啊。何况那时候还没有看过佛经。刚开始啊，我在这个斗笠前啊，我说长城进来，钻进墙壁。为什么钻进墙壁呢？我不知道原因，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随心所欲，游戏无碍。长城是实相，进来你摸它有实体，比真的还真，活生生的砖块，硬硬的，心念口眼就钻进墙壁了。下一章就一直延伸到这里，这一章钻过我的手，我在哪里钻过我的手，也可以钻过我的掌心。你看，我在这里钻过我的手，长城这村庄后面是山，延伸到墙壁里面了。墙壁里面怎么可以显现呢？这大家可以去研究的啊，不能只排斥说啊这个是合成的，这个什么不会啦，我不会合成啦，你放心好了啦，我合成来骗人不需要吧？可以简单介绍了。好来。可以就这2个，本来先出现这个，然后我说来经过我的手，我就把它移过，本来在这里嘛，再把它，我再说来，我伸手出来，从我这里过去，所以这一里比较不清楚，这一里就比较清楚了，这里比较清楚了，你们觉得这边比较不是，刚才也出现，然后把它弄清楚，它就出现了。来，长城穿进墙壁了，一系列的把长城移进来，然后我的手啊。绑在长城那边，看可以一直进去，长城可以整个搬进来。我在喊着长城进来，仍然以心念口眼的实相法。好，你看，我请他向后转到邱博士那边，他移到了，你看到吗？
它转向你，停在你前面的，确定有，你摸有实体，有六相者都可以摸得到长城实体，实相实体化。实体有六相的人都可以啊，不是天方夜谭啊。六根解脱者都可以，100年后没有人照得到实相。你要照得到实相，必先看得到实相，看得到实相也不一定照得到。我当时只是无意中以游戏的心境照到的，我那时候不懂，也没有功夫，不知道什么直相境界。真如本心先显化实相，让我认知啊，可是我忽略掉了，原来是《法华经》中的心念口眼的实相华。我以唱演实相为游戏，游戏唱演了20万张的实相照片，以开玩笑的方式，实在对不起真如本心啊！我不知道实相是佛法，如今明白佛法全部包括在实相照片里面，把实相实体化，长城进来一样进来，这2张照片是另外一个茶艺馆啊，把它实体化，像砖块一样，然后一直延伸延伸，可以进去任何地方，摸都是石头。也可以搬运，就像在搬砖块啊，你喏，我有给它搬过哦，现在搬砖块，我自己知道了，可以搬哦，可以推哦，有重量，自己体会，自己印证啊，我也不知道印证给别人看的啊，别人也听不下去啊，我只是自我陶醉在空性中。你看，真的庄慧贤，你移到你那边去，张太太，你甲讲整个角。整个点点点，你给它搬，当当，确实有，确定有，绝对有，是不是？给它搬，重重的，有质感呢，石头感呢。你看，在你面前就这一堆，这里再可以分过去那里，不必从这里搬过去，马上又移到你那边，移到那边。可以无限延伸，钻进墙壁里面。那2张图画代表是墙壁了，挂在墙壁了。展示照片不是在介绍我啊，这都不是我的功能，只能引用《维摩诘经》所说“豁然开朗，还归本心”，介绍每个人的本心真如自信，自信功能的妙用啊！自信具足万法，你本心合一了，就一心真万法，万法为心。合一了，就到彼岸生实相见如来。因此，《心经》开宗明义，观自在行深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金刚经》亦云：五蕴生法界，五蕴中的事，本心沿照你的意识，事是成立实相的基础。意识也是一种能量，意识在量子力学称为量子的现象。意识转化成能量物质化，成为实相实体化。所以合一能以意识为主，也是生实相见如来的根本。合一，我重复引用《楞严经》，佛陀对富罗那说：“我所以能一切无碍，也没有什么艺术，只是合如来藏，回观反照，照见万象皆空，圆照无量差别界的一切事相，互不相妨，性与相本不相碍。因此，不动道场即可以遍满十方，法身含藏十方虚空，可以一毛端上，现宝王刹。所以能够如此，只是我能背尘和解，希望归真，显化真如本心。而如来藏啊，实则本质妙明，圆满清净的本心。因此啊，佛陀的合如来藏，即是我所说的以本心合一。我之所以强调合一，只因为你们在座已发1根至6根了，6根见性周遍，空性见，进而自我提升，以本心合一，圆满道心，完成天人合一的境界。耶稣也有合一的观念，耶稣说：“我与父啊，原为一。”我在你们面前，就如同你们看见了父。合一在圣经三位一体，正是合一的观念。多马福音耶稣说得好：“当你们使2者合一时，你们就可以进入天国。”合一是随道者的终极目标啊！印度教强调幻我合一，老子呢要守言报一。庄子书中啊，有广成子向皇帝说：“守其一，处其和。”庄子又说：“是一也是一，非一也是一。”合一就是在当下以本心合一，当体即空，当下能合一，就进入永恒。当下即体即空，当体即空，当体生实相见如来，
当题真空妙有，如同量子真空一样，粒子哪里来的啊？从量子真空自然不断的涌出次原子粒子，形成量子状态、量子领域。各种量子状态与领域的量子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也必须整合合一，使有强大的量子场论。根据1970年代物理学家以量子场论建构一个标准模型。2012年希格拉波色子被观察到，而且证实指出标准模型符合实相。标准模型包含18种粒子，其中12种惠米子，6种波色子，次原子粒子不断的涌出，然后到了形成各种粒子。惠米子粒子以希格拉波色子的功能能创造物质。能量物质化，实相实体化。惠米子粒子与希格拉波色子被誉为实质实相的起源。黑格尔呢，以前在 DVD 有讲过，精神实体化，实体化只有重量。照片中的长城砖块有重量，实体的重量，精神实体化的重量，可以说能量物质化，也可以说实相实体化。因实相是由意识、心念能量所构成。尤其意识本身是一种量子现象，其中含有无量的光子或粒子，所以经由意识转换成物质，是可以建立实相实体化的。来，再来，空室怎么有山有长城呢？这里是窗户，这间茶艺馆的窗户，你看它透明都可以看到长城在窗外，山移到窗外。长城和山那么大，小房间怎么能容纳山与长城？刚才我不是引用佛陀说的吗？可以以小纳大，以大入小的如来藏性吗？真如体性，法性如是，空有无碍，圆融无碍，类似量子纠缠两者同时并存，有如量子电脑里面的位元状态，可以同时两者并存。理是无碍，事是无碍。华严经不是有事无碍吗？为什么无碍？我还是重复引用楞严经，不得不重复，因为它是重点。佛陀对说法第一的富罗那说：“我之所以无碍，不是我有艺术，只是和如来藏，本觉妙明，圆照法界，小中可以见大，大中可以见小，心理相圆融无碍，妙明指般若般若妙用好。”这一章特殊在此，长城，你看到鸠婆舍面前，活生生的推它、摸它、移它，砖块与实相的砖块都一样，硬硬的能量物质化，实相实体化。石教授，你也推推看，一人代表全体，以一极多，上至40人一组大陆来的。我跟一人说，来如何定升华，内定和外定。他是个壮汉，我这个气吹过很多人，台风吹不倒你。你弓箭步尽量抵抗。我是介绍如是力，弓箭步弓箭步没有用。你捡到了你也捡到了，捡到了。OK， 来江宏英，来再来你杨永业，刚才看到本尊给那位同道那个，就是说弓箭步嘛，弓箭步，我是在介绍定升华，回去带动定升华，先内定成熟了，就可以发出外定。对，这样你现在手这样，我这个力量如是力，如是做，你抵抗我，你不要配合我，你现在握紧，转过来握这里，握这样好了。我这样握很紧，你不要张开，张开是我的思想力量，我的思想力量就是如是力，如是做，全力抵抗住，抵抗我，不要配合我了，我弹指之间你就开了。弹指，你没办法握，好，再这样，再保持这样。弹指之间握拳头，自己会握，讲定升华，
自己的力量遗失了，找不到自己的力量，这样你手拿不下来了，就定在那里了，你不动了，定住，连动都不能动，好像钉一样定住，连动都不能动，脚也不能动，你现在也不能走路了。眼皮也给你定住，眼皮让自己垂下来，眼皮你没办法张开，你怎么张？一直在那吵吵你按毛啊，吵吵你一样。你让我做，你回去就会定生活。你看你眼睛张不开，你舌头伸出来，你不要伸，但是还是伸，咬住，是如是力定住你的舌头，你舌头怎么样都伸不进去，如是力伸不进去，看起来不雅没关系。被我做过定生华，你就有定生华。先内定，再外定，一样弓箭步。我还知道，没有解开啊，没有解开就一直在那里呀、没有解开就不行。教授3天不小便，3个小时就哇哇叫了。马一龙被定的哇哇叫。定生华，定生华包括很广，呼吸、思想、知觉。眼皮张不开就张不开，力量失去了，什么力量？思想可以改造，声音改造，意识混乱，可以改变，变成男生的。比如说，你是女人，是，你不要配合我，你是女人，可是讲出来偏偏我是男人。好，开始，来，对，可以改变啊，如是力，如是做，来弓箭步，你看我做那个弓箭步，好，完全定住，弓箭步，但不会受伤，你放心，你尽量抵抗我，都不用配合我，一推他就会坐到椅子上，速度更快，速度还可以让你慢慢像打太极拳一样。你现在坐在那里，你坐在那里不动，可以叫你马上走过来，如是力，如是做，开始，你可以控制，很礼貌。如果定住起不来就起不来 ，OK， 起得来，起得来，起得来，起得来。刚才讲起不来没有解除了，这样可以哦。我做过，你都会。呼吸，如果你不能呼吸，你嘴巴马上张开，嘴巴马上呼吸，定住呼吸，如是力，不要配合我，你保持你在呼吸。你现在在吸，如是力呀、不能呼吸了，赶快张开口呼吸了，才知道定住你的呼吸了。开始，受不了啊、想呼吸又没办法，思想没有思想的隔空。思想忘记自己了，可以把你思想让它交换。好，正常。以后OK。阿伯甲本尊请求，我今仔日园林有6个来，园林6个呢，嘿，我几个不要紧，都有迄个，是不是会当甲阮吹气一下？我吹气呢，吹气啦你。别讲先办吹气吹气是要6个先起来是安那？多6个，你拢要吹气，无爱吹就忙起来。你那观念没有？有诶吹会惊，吹袂惊，不管你个吸袂着，吹气去吹气哈。我你那顶管也要扣抓就对了迄无差，我这气啊有声，吹气来，主人无，我来。这气看你的性能怎么样，它自己会自动的。针对6个喷气的不管，剩一个无尔。顶管我搁喷一下啊。安这是一半，有啦来，你剩你一个啦感恩本尊。好，谢谢。
我们跟徐教授在一起这样子。但是看到本尊这种六根转性，然后再来诸法实相，我恍然大悟。第三点是一个请求哈，我们是屏东的哈，我们跟徐教授还有他太太，从6位哈，我们说请说，本尊帮我们，我们屏东来，我们不是大陆过来的，帮我们做一个圆光，还有那个给我们吹口气这样。我们吹气，吹气还有现圆光，我们圆光。吹气哦，啊，拢有见解嘛？你嘛有看到啊？你有看到见解无？没有，我先吹你啦吼。好来，反正你哪会刷掉啦？你无一定，我这吹有点伊个这个刷开。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啊！感恩。哦，安的具备啊！是，看到人世间就是这些啊，实相这些是人世间没有的啦。是，人家不知道，觉得你们聪明，知道要探讨了，不是求了，是自己就有了啊。是的，刚好大日光明可以照啊。是，很好啊，不会有问题。感恩本尊，谢。涅槃即世间，是，而且他都很主动。是，你不要用人间的方法和他交往，他会主动告诉你。是，他会和人间都不一样。感恩本尊，千变万化。是，那恭请本尊帮我吹一口气，谢谢。好，来啊，对，这很大。你看他们都太奇怪。这回旁边所有随员全都往后退，只有记者依旧没感觉。他也宣称每个礼拜演讲，新分享的定身术影片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尽管外界抱持怀疑眼光，但是数万信徒始终深信不疑。多新闻林上周佩仁在桃园采访报道。我是新观点，各位朋友晚安，我是阿关，特别今天欢迎收看我是新观点，我是新观点。同时要带您来关心的是，说到声量爆高，宋七力的声量也爆高。大家以为宋七力已经销声匿迹了，没有想到，难道他又重出江湖了吗？因为在今天他说，他呛柯 P 说，YouTube 的订阅数突破10万，刚颁了白银的一个奖牌 ，YouTube 会颁奖牌的柯 P 有什么厉害的？我呢，那个金牌放在我家里好久都没有拿出来，我超过100万呐、甚至于他的影片点阅率超过2亿。到底宋七力怎么做到？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网络上的宗教网红了吗？这支影片拥有2亿1000多万观看人次，相较之下，宋七力观看人数明显胜出。想不到宋七力，我们以为销声匿迹的这号人物，竟然变成网红啊！任俊，他现在他说他的夯的程度超过柯 P 耶。对啊，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还在跑新闻的那个年代里面，宋七力真的是红极一时啊！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整个的分身大法？而且呢，很多相片上面通通都有，还有信徒出来见证讲说，我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确实在不同地点都看到宋七力。好，我们来问一下杰克，那个被点阅2亿的那个影片，你看过了吗？我看过。哇，大家都看过，莫怪杨，莫怪也 YouTube 颁金牌给他。那其实说，就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人怎么可能说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好几个都在空中这样，很多人都觉得是合成的。可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他。你刚刚讲说他现在成为网络红人，对不对？他整个与时俱进啊！你现在所看到的，以前的我们只能看照片，但现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是动态的，你有没有看到？其实因为在网络上面，说真的，你说200万人啊，有人看，有人说好，有人不相信。但是做媒体，我们都知道啊，有人说棒，有人骂，都代表有人看啊。而且2亿点阅。对啊，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真的2亿点阅，那个声量有多大啊？好，接下来今天的发炉大人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谁呢？好，这位在过去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那么提到他这个名字3个字。好，大家都说呢，这个人呢，有这个不同的评价。有的人觉得说他真的很厉害哦，是宗教界的上师；也有人觉得说他是不是一个神棍呢？好，现在他已经变成了网红，在 YouTube 的当中呢，他订阅的人数高达了106万人次。我们来看看他究竟是谁。但宋七力的这部影片更厉害。来，
我来体会内在的如是力。两人相距3公尺左右，信徒被宋七力再吹一下，更是硬生生跌在椅子上。这支影片拥有2亿1000多万观看人次，相较之下，宋七力观看人数明显胜出。好，我们也给大家看看另外一段影片哈，是最近在 YouTube 上面才 PO 上去的，对不对？好，这是所谓的启动灵魂，是不是？不是，像我都给刀一个啦。来，哦，你看看，你看，好多人都往后倒了，都给刀一个啦。这是从外国来第一次见面，外国来的，他们都是从国外来的，这都从国外来的，所以没有 say 好说大家要这样子坐下来，这网友啦，都给刀一个啦，安排的。哦，来。哦，你看看，启动灵魂的意思，你先看他的灵性，如果一吹的话，就很容易他自己能分身啦，都会来起来啦，这个比较快。好，那如果靠修炼就比较慢。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今天的发炉大人物——大日宗协会创办人宋七力。好，来，创办人，好，请坐。据说您现在已经变成了超级网红了哈，因为呢 ，YouTube 上面您的这个订阅的人数已经是有超过了106万人次，对不对？科批也才10万人次，所以呢 ，YouTube 还颁给你一片金牌。是的，也有一个金牌。是，你觉得为什么会这么红？我没有想着我会红啊，我就觉得我的片子很好，讲得我觉得很有自信，我就把它放进网络。是，没有想到其他的。主要是不是因为你在这个片子里面，也就是秀出了你有很多的分身，或是你吹口气大家会跌倒之类的这些特异功能？我那是随机性的啦，随机性的。但是我有犯无量罪，所以我在修道的过程中，我虽然把宋七力本尊当作非常伟大的佛陀，我的心中有这样的认为，但是我的肉身思想中，不时的会流露人性的这种自然流动，无形中用人来视本尊，这样子的话就犯了罪，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尤其经过不断的检讨反省，然后才知道自己所思、自己所做，因为在无上大光明前，所有一切所思的到最后已经回归了。所以自己所做的所有罪恶，包括维系的，包括最维系的，包括无量维系的，都不断的流露。比如说，希望宋七力本尊能够无量大慈悲，能够加持这个愚笨的，能够让愚笨的人能够成就无量大道，能够利益无量。聪明人能静观。只有愚笨劣根者，才在本尊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无意间顿根者，自行流露出无明与私欲。自大的狂妄心，促使自己走进歧途。但本尊考量其本体之向道心，重新给予悟道机会。天道本无善恶是非。因此，即使忤逆十恶者，都有机会向道。既然忏悔了，原谅了，既往不咎，有错自己打嘴做个结束。自打嘴巴是宋七力思想控制。张工程师事事求是，一丝不苟，做起事来有他的诚信原则，是很铁齿的硬汉。宋七力说：“能拔得起我眼前的花，就可以谈天论道。”他很好奇地上来，这正好合了他的心意，因为他喜欢有凭有证，事事求实证，必须亲自验证才相信。
即使求道也不例外。他卯足力道，全力以赴，否则就要默默地进关了。这不是大卫魔术，也不是中国戏法，看来是雕虫小技，微不足道，却是本体功能之一。宋七力要张乃仁拔花的目的，为了印证本体的存有，而且体会本体比人的力量还大。张乃仁再挣扎，已经放双手一搏，耗尽全力，仍然拔不起宋七力眼前的花，最后承认失败了。张乃仁回座位途中，宋七力再以定身法锁住他全身力气，又被定着无法动弹，双脚有如桩柱，就跟他所做的工程一样坚固。奇怪，这脚是我的，怎么不听我使唤？再挣扎还是不听指挥。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呢？释迦佛就是凭这2招击破魔兵与6术士。根据佛经曰，释迦佛出成道，坐在菩提树下时，魔王波旬特地赶来向释迦佛挑战。魔王宣称要将释迦佛抛向大海去。释迦佛对魔王说：“我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净瓶，如果你能拿得起这个净瓶，你就可以把我丢进大海里。”魔王既然被称魔王，当然自恃法力高强，岂料动弹不得。魔王急得满头大汗，费尽9牛2虎之力，丝毫未动净瓶。魔兵们吓得落荒而散。但是此一招拿不动，轻易击退了魔王与众兵将。经又曰，有6个著名的术士仇视释迦成道了，向释迦佛挑战。释迦佛等他们坐定后，较量之下便分高下。6术士发觉自己再也无能力站起来，没有办法离开他们的座位，术士被定住了，当代名术士就这样落败了。宋七力说，他不是佛，不会这么做，他会保留这些大师们的权威尊严，不忍心让人难堪，或因此产生埋怨，宁愿自己落败。等到大师们回到家后，才发现自己定住自己，自然会明白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所谓定身法一个人的根性以手质量而定。如果以量子物理学家哥本哈根的波尔的说法，人类的意识足以让量子系统塌缩到某种固定状态，使之固定，使之塌缩，以念力崩缩、缩小、定住，这样就定身法了那次只有带动一人，其余人怎么想呢？偏心分别心，不是。我的观念是一人代表全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经如是说，只怕你能否摄受得到。好来，这一张同样原理，有那几周长者这是墙壁，这块匾额后面也是墙壁，景物都显现在墙壁里面。小小的透天4楼当茶艺馆，5、6张桌子而已。好，下一张。这2张情形一样，重点一样，都在这里面。好，再来，这是清真寺，清真寺就在墙壁内外，划分内外界限很清楚。其实无内外了，清真寺与墙壁一体了，无内无外。这样看，找一个角度看，这样看下去就是墙壁是硬的，怎么能在里面呢？还是佛陀所说，合如来藏，合一啦。真如本心的功能你也有本心，为什么还没有回光返照，照见五蕴皆空呢？因为你没有注意到内在的如来藏只重视外在了，不觉本心就是无明佛陀说的希望归真吧。
那时候我也不在乎，我也不知道有本心，无名是我啦。你现在也和我以前一样吗？不是吧？因为你现在已经有6相了，不会再无名了。以前的观念啊，10相有什么用呢？可是我不知道那是10相啊，这对世界没有什么好处啊。有好处多多，我现在告诉你，佛陀在《楞严经》讲的，正得真如本心啊，得无上安乐，无上安乐哦。马一龙啊，注意听啊！来，好来继续。墙壁上一顶斗笠，同理啊，把这顶斗笠转下来，移到石教授和真言你们3人那里。一顶斗笠，你摸它，同时有3个的同时可以摸得到，你也一直点头。一因眼众法，正是以一即多啊！别人有你就有，3人同时触摸到量子纠缠状态啊！只要你开启6根，你就自然有，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自然有，因为你也有本心呐。要找原因，就找真如本心呐。心经云：三世诸我亦是如此10相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章把它一样融入10相合一，这个是10相，由意识能量所构成的10相。同样，空有相容的量子纠缠问题，物质怎么能和能量合一呢？金字塔和人们说成是物体、物质嘛。根据爱因斯坦E等于 mc 的平方的理论啊，淬炼出来的大自然的定律没有固定的实体，也没有固定的液体。例如，冰块可以融化成水，水再去灌溉、去浇花，无穷的变化。能量也可以转化成实体，意识能量转化成实体实相，亦能成无止境的变化。实相同时具有实体与能量。金字塔是物体，经由意识转化其形象而成能量，能量使之实相实体化。把金字塔放在墙壁里面，融入在斗笠里面，能量物质互换，质能互换，物质和能量可以互换，能量可以转变成物质，物质与能量融合，空有相融，只有在空性中的实相存在。爱因斯坦集毕生之力研究大统一场理论，在实相里面不是已显示出大统一场了吗？物体可以经过能量而无穷的变化，比如金字塔、清真寺、长城等物体，变化转换在超雷艾里面，变化在墙壁里面，变化大，变化小，变化无穷的变化转换。物质能量互换或能量等于物质，是爱因斯坦E等于 mc 平方理论提炼出来的。c 是光速，光速的平方倍以上，物质才能产生能量。从实相照片中显示，空性见实相，见性周遍。空性所展露的实相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瞬间就到。你现在直接可以照见埃及，埃及在那一边，你照见过去埃及大金字塔，实况的啊，会思辨啊。大金字塔、沙漠还有骆驼在走。有一种直接照见，有一种从实相空间表达出来。沙漠、金字塔、那一只狗、人面兽身、天地万物，这可依如来藏性，瞬间照明，瞬间照见，瞬间跳脱时间与空间，瞬间在这里与那里同时存在的量子纠缠冲击了爱因斯坦的光速理论。光是每秒30万公里，是宇宙基本速率怎么瞬间应验而至？真的气昏了地球的大科学家了。难怪爱因斯坦嘲笑瞬间或同时出现是幽灵的显现，怎么可能瞬间？时间、空间、物体是3位一体的，瞬间消失时间，拟平空间，转换物质，怎么可能呢？只能说法性如是真如本心放光照见埃及金字塔，人面兽身，回光返照，瞬间转移进入墙壁里面。柏拉图哲学称为复制、模仿、搬运宇宙万物，落在眼前的空间，物质经过能量转化而落在照片里面，职能互换，无所不在，信不信由你啦。好，来继续。
神力女神也是心念口眼的实相法完成。神力女神出现，神力女神随着放光出现，照见必先放光。神力女神偶像啊，从墙壁显现出来，透过放光，万物皆可以随光照见。放光是意识与本心合一的现象。心经所言，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经由观自在放光都可以照见成实相。观自在行波罗蜜多时，到彼岸的时候啊，彼岸就是本心的所在。刚才说过了，人的意识与本心合一之际，立即性的回光返照，万象毕明，照见五蕴生实相。例如金字塔人面兽身长城天坛，放光照见，万物无法遁形，而且瞬间出现在眼前。此照见啊，类似量子力学的瞬间移动，移动力啊比光速还快。宇宙间任何速度皆不能超过光速。此放光照见不通过其中空间，因为它没有空间。从金字塔等万物经由照见之际，并没有时间流逝，因为它没有时间。照见超越时间和空间，其超越现象与光是无关啊。本心存在于零次元，无时间无空间，所以超越空间成无限，超越时间啊成永恒，永恒与无限成立了无所不在的理由啊。因此啊，金字塔与长城能在墙壁内显现，不受时空障碍与局限啊。继续来啊，这是以前呢刘敏的朋友啊，《时代》杂志报道的。这位是社长，他要来求证显象，我就顺势以意识变现耶稣来，因他信仰耶稣教嘛。耶稣显象，耶稣显现在墙壁上，这个不是真正的耶稣啊，这个记住啊，这个是意识变现哦。耶稣的眼睛很清楚吧？你们从那边看得清楚吗？你看，透过墙壁啊为背景，说较秀。来，好，来，耶稣来了。我的手啊，从耶稣的眉毛切入，分身啊在后面，就好像刚才啊切入人面兽身和金字塔的中央，起到金字塔的泥土一样。眉毛在我手掌上了，耶稣的脸在我的手背后面，手插入他的眉毛与脸之间啊，怎么进去的啊？我也不知道啊。脸和眉毛没有空间，如何插入眉毛？就像刚才所长深入金字塔和狗的空间原理一样啊。此时空间消失，真如本心放光啊，可以投入空间任何一点，包括无空间也可以投入。例如耶稣的眉毛与脸部的几乎没有空间，遁入无空间。依据爱因斯坦的理论，时间、空间、物质是一体的，没有物质即没有空间，无空间就没有时间与物体。耶稣的脸容与眉毛是物质，理论上应该有空间，为何说无空间呢？因意识流显象耶稣是能量，非物质，意识能量形成的实相法无空间。这点你不捌看过啦。子弟亦本心如大地，含藏万有。经论记载，佛陀出生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经论记载是虚事实，归佛陀所说吧。佛陀出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就走7步，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你听过，你在经论上也看过。耶稣也说，除了我之外都是魔鬼，不考虑真假虚实，针对我而说。这个我有真我和假我。庄子言真人、真经、真宅，就是所谓真我。西洋哲学常常说，实现真我就是那个真我。假我呢，指肉体，肉体会变化，生老病死，所以算假我。我啊是本心，永恒不变的。耶稣讲的话即可做参考。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我不能到父的家。”这个我啊，就是指本心。要不透过本心，你别当去到天国的意思。佛陀的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陀就以本心为主为尊，使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没有本心的观念，无法显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法界大日，夕阳西下时拍的，所以
暗暗的，叫暗芒。我心念科研，后面的太阳转化成法界的大志，弄到我胸口来，它变得很小颗。现在学习变得原来的视觉中的太阳那么大，从这里放光成为一个法界大志。我这些照片啊，要学庄子所说，或许啊，万世之后啊，会出现圣者能了解。显像照片出现30多年了，只是表达人人有本心，以本心为尊，至今没有遇到圣者明知啊，却引来了真正的嘲笑啦、冷笑啦、讥笑啦。真是老子所说：“下士闻道，哈哈大笑啦。”不必拖到万世，有圣者了解了，自己了解，自得其乐，自我陶醉在实相涅槃中，得无上安乐了。大道是自证自悟自觉自行解脱，何须待万世之后使人了解呢？庄子以寓言、只言、从言，在表达真人、神人、智人的境界。如今有人了解逍遥自在啊，超越时间空间，就是逍遥自在，还是自觉、自证、自解脱吧。以真如本性合一，你就逍遥自在，圆融无碍，与天地浑然一体。这个称为相背圆光。相背圆光若有般若智起妙用时，圆光自然扩张。相背圆光融合的圆光，表示真如与般若。佛陀将所有的佛法归纳为真如与般若，生般若就有相背圆光。相背圆光简言之，真如般若光。你们的圆光啊，可以称为相背圆光扩张。你们有圆光了，瞬间转化成相背圆光。今天来者都是有心者。有了，有，好。哦，这张宇宙流浪汉啊，原版的，这个是30多年前的我拍摄婚纱，我不在场。如果是在比手势的，景物进入墙壁的，是我本人在场，景物随我的声音显现进入墙壁。法华经所谓心念口眼，文殊菩萨说龙女就出现。心念与声音必透过真如本心放光照见成实相，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色受想行识都成为实相。这两双配哦，皮鞋啊，左脚右脚，是不是皮鞋啊？是不是皮鞋？在走路，从空中走下来，在路上，你有看到吗？皮鞋啊，和天地大小无关，就是伊出现分身。个另外有一张皮鞋足清澈啊，切个金啊，这亮亮的，大家都有看到，只有一个人没有看到，马一龙讲到死都看不，他看不到就是看不到。我说你是想睡了还是中邪了啊？真的看不到。到现在来到这里之前，他也说没有皮鞋啊，说皮鞋怎么说都看不到。啊，来换一张，浑身被日光灯，与万物合一啦。那是观世音的偶像，也是合一，与偶像合一。日光灯，偶像是物体，浑身是实相，空有相融。量子纠缠，空有同时存在，相融互日，所以与万物合一。刚才那一张宇宙流浪汉是与天地同流，这都是真如本心的体性成像，性相一如，心理相归于真如本心，非我所为啊。圣经有一句话，耶稣说：“神迹是父的行为，与人无关。本心与我合一，借着我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合一啊。”后来。前提大家妈祖啊，镇南宫30多年前。好，来各位还有呢，两张相同的原理，空性见，理是无碍。理呀，宋明理学，朱熹、王阳明、陆三山、邵康节，为了这个理呀。
齐名的2个朝代，离体啊，真如本心啊。过来，过来，那你都看得到吧？哦，魂呐、往生的人，对，这，这有无？这个也有，这个呢？哦，飘于树上，阿飘啦，孤魂飘游在树上，往生者死后当孤魂野鬼，茫茫然，何处是归程？有彩色就不是孤魂，啊，你要给它调来，你有看到啊？哦，这来正面，这了啊，这个躺在树上了，是阿飘了，飘在树上了。如果放光照见，孤魂野鬼都看得很清楚。有的脸口很难看，很像马一龙，还饿肚子。这个阿飘，你看哦，比如说我把马一龙的灵魂照见出来，就变这样。这个位置哦，马一龙都在家，像人又像鬼。马一龙都在家，有那透明的灵魂，灵魂可以照见，有看到吗？放光照见，孤魂野鬼就现形，有的惊慌失措，有的掩面而泣，有的祈求食物。还是那句话，照见五蕴皆空，照见往生者为五蕴中的形，是受想行识中的形，形牵流变转移动，作为正在牵流嘛，不知有轮回嘛，不知道何处是归程啊，或往哪里去呀？哎呀，明日天涯啊！往生者在哪里？往生者在那里照见出，不是事变哦，能是符合佛陀所说合如来藏，回观反照，照见宇宙万有皆空，相应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对照楞严经这一句话，照见宇宙万有皆空是同义事。犹如金光明经，佛陀告天女：五蕴现法界，五蕴现法界即是五蕴皆空，法界即实相。您今天有带照片对不对？是这个全新的，完全没有给大家看过的，对不对？好，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哦，可以。好，来。好，所以这是您新的照片哈。啊，您最有名的就是有很多分身，对吧？这一张我在三立电视台五四新观点展示的。你看，金字塔随心念口眼照见而入墙壁，就在这里。我想把匾额的脚插入金字塔。就在这里，这个墙壁不动本处，也不破坏。如维摩诘经须弥山入世，神女神将要出现。这一张看不清楚，后来继续，这一张神女神比较清楚了，可以清楚到像人那样的实体，伸到这里而已。现在深入到这里，浑然一体，相融互爱，空有相融，即空即有，不着两边，这是中道实相。而接下来，天光光主动变色，那些含色彩不要紧。天光光搬运落在你眼前的东西，柏拉图的形象论，柏拉图的神能把宇宙万物魔法搬运落在你眼前的空间。柏拉图这样解释爱因斯坦这样解释，只能互换。佛陀也替我们解释五蕴现法界了，在墙壁里面的金字塔等景物已经由物体转换成能量了。量子力学说。意识是量子的现象，意识经由照见而成实相，所以在墙壁里面的金字塔等景物，这从实体物质模仿其形象而落在墙壁里，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质能互换也是柏拉图的理型与形式互换。马一龙看我嘛佛陀换这一张，站在虚空，表示虚空无碍，十方虚空，一切山河大地，一切法界分身都可以存在，无所不在。刚才说过，分身可以投入空间任何一点，成为无限，超越无限空间，站在虚空，表达无所不在。好，来长城进来，我的手插入隧道里面。长城虽是物体，已经
经由放光转化成能量，此能量也可形成实体实相。这张小分身在长城上，这个小分身啊，我说在那里要叉腰，要朝着我在那里挥手，有挥手啊。那时候，我新任公园请分身站在长城上，所以远远看去很小。这两张就是这个意思。显像照片是表达真如本心的妙用，已有六相的人，进一步融入空性为一，合一的就是妙用，妙用即般若。所以佛陀讲了，真如和般若即是一切佛法的全部啊，没有其他什么佛法，真如和般若如此而已。佛陀感言，有了般若即是妙用，显体化用。中国哲学啊，开宗明义，显诸人常诸用。这一张同样的，你看斗笠凸出来，还有影子，你看还有影子，实体才有影子，影子脚突出在这里，爪子突出在这里，斗笠眼睛相当的清楚，是法老王吗？这顶斗笠你看没有变形，不动本处，亦不破坏。这顶斗笠啊，可以掩天地万物，这称为实体。我的手啊，比2比5，现场拍照的都有比7，因拍照的人看不到啊，我比7，要他赶紧按快门呐。警务来了，我手比7，他就赶快按下去，因为他看不到了，就是这样了。我比7。好，再来听你的。对，等一下你啊，看你呢，不用跪，心里得。来，请起来。感恩本尊大光体，感恩本尊，感恩法身。我是洪明哲，第一次跟本尊赞誉。第一次啊。是。我是去年5月17日加入本尊道。我加入本尊道的缘由非常特殊，因为我来本尊道之前参加过很多的宗教，30多年，30多年，从基督教啦，道教、灵修、坐禅、内观、一贯道，最后我在一贯道是点传师。密宗呢？密宗也去过，一贯道当点传师。有一位一贯道的点传师一直跟我讲，他说他每次在看视频，看了什么卯宿星啊、大角星，什么开天眼，他觉得那个好像不错。后来他问我，他说他怎么每次看到一半就跳出本尊到93集？93集，他跟我讲说他从头到尾看了3次。就那个点传师。对，他也是点传师。他跟我讲说，我们要不要去了解看看？我当下马上拒绝。我说，20多年前那个报章杂志刊得那么严重，你还叫我去？我是点传师，那我去了，如果被人家看到我，那我回来面子扫地，那会被人家刁啊。说怎么点传师，怎么还到处去学邪魔歪道？他讲了3次，最后一次他跟我讲说：“你有没有亲自去访道过？亲自去本尊道大日宗去了解看看？你只看报章杂志，你就认为那个是邪魔歪道，你就跟我拒绝。”那他说他要亲自来访道看看，再做比较。然后他说他要来，那我说好了，既然你要来，我就跟你去嘛。但是他还打电话来台北协会，他说：“请问我们台北协会什么时候哪个时段有开，然后人最少，都没有人看看，我偷偷摸摸可以来，以免被认识的人看到，因为我们认识很多人，一贯道很多佛教、道教都认识很多人，万一被看到，面子挂不住。”结果他问了，说是5月17号那一天星期四，
人比较少，礼拜天人都很多，都爆满。那我们就星期四来大日中总会看看。我跟他一到我们协会的电梯10楼门口，电梯一打开，正中央有天光光，我从头到脚就像被电打到一样，整个麻到不行。那正能量、氢的能量被那张照片电到，对，电了，整个就下来了。我发现说，哎呦，跟这个跟以前报章杂志看的不一样，刚好颠倒，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另外一位点传师，他进去里面礼拜以后就打坐，看他眼睛闭起来开始打坐，我就赶快跑到柜台加入会员。那一贯道不去了，因为我知道这里是最后1里路，行万里路，这个最后1里，这里一步到家，一步到家，一步到位。办手续办完以后，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加入会员。他说你怎么都没有感应一下，觉察一下这里对不对，你就去加入会员？我说不用讲了，我学到那么久，那会感应，我自己本身很有信心，我自己知道哪里是好，哪里是坏。直觉了，直觉可以知道。那他就跟我讲说，跟我加入，他也加入了，但是他很烦恼。他说他家是一贯道的佛堂，一贯道佛堂都是他布施的，每个礼拜天都有仙佛灵坛、戒窍灵坛，那几百个人在他家，这样啊，在学习，那他跑不掉。后来我们加入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请光请本尊大光体化解他家跟以前的这些一贯道的因缘。他家已经布施10多年，然后所有费用通通他出，地他出，吃住什么一切所有通通他出，花了很多钱。但是他认为不可能啦，所有人几百个人看他吃住啊，而且他又是点传师他也是坛主，那他只有跟光请求，奇迹出现，就忽然他家就跟佛堂出了一些 trouble， 佛堂的所有人就说那我们搬走，他很高兴，高兴的要命，说以后我们要改成光堂。我们那这一点我跟本尊大光体赞誉，有光一切都是圆满的。那我个人呢，因为前年我到厄瓜多南美洲，在那边有一个因缘，接下了厄瓜多跟台湾整个中南美共同市场跟台湾之间的经贸代表处的主任的职位。本来我是想说，那我以后就是要去移民厄瓜多了，但是在去年的2月我去了厄瓜多之前，我摔倒了，都坐轮椅，因为到5月之间2、3个月嘛，我腰都受伤，都要坐轮椅，也很痛。到了厄瓜多回来，我本来已经在办手续，想要移民了，结果我遇见了本尊道，是我一生最幸运的时刻。那也是3大阿僧祇劫难遭遇的。我就当下决定以本尊道为主，加入本尊道大日中会员之后呢，我的腰痛很快就奇迹式的就好了。医生本来跟我讲说，这个没有半年1年是不可能好了，因为摔得那么严重。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有光之后，我们肉体的毛病跟心灵的毛病，身心灵都会马上得到提升，自然会好，自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快。后来我就看到我们协会有在，希望大家看能不能报名当接待组。那我就当下决定赶快加入接待组，也蒙光的照明，然后会长、秘书长也同意让我当接待组来服务更多的大日中的会员。有一天，上次认识的一些
同道，他们就跟我讲说，在他家，他看到他自己的分身以外，然后呢，他也看到我，我也跑到他那里去，我有圆光。我说，哎，我怎么自己没有看到我圆光我的分身跑到你家？你看到我的圆光？我问他说，圆光什么颜色？我问他说，你看到什么颜色？他说，金黄色的，很大一个。后来也有一些同道就跟我讲说，他看到我，忽然一道光从我头上射出去，在天空中有我的分身在那里。我说我不可能啊，那个是分身，是本尊宋七力才有分身，我不应该在那里。但是我今天看到本尊赐给我们大圆光，有没有看到？刚刚有看到。有看到就谢谢。我就知道我们这里是所有宗教最后的归宿，所有宗教、所有修行人，如果没有光，没有本尊，没有本尊道，他不可能成就法身，不可能圆满。那是我对本尊道个人的体认，也是对本尊的赞誉。另外呢，我想跟本尊请求，我的妈妈已经在蜀立新营医院卧病10几年，因为她为了要晾衣服，爬到椅子上，结果跌倒。70几岁的时候，跌倒之后，她滚碎性骨折，就一直躺在医院了。那我个人非常的不舍，也想说，是不是请求本尊给我的妈妈一个圆光，让她先把你妈妈的灵魂照见。是，谢谢本尊。你妈妈的灵魂照见。是。你妈妈在你后面的。有看到。在你后面。后面没有眼睛怎么看得到？你的灵性回光返照啊！谢谢本尊。就在后面的。感恩本尊。带着笑容。还叫你的名字。有。感恩本尊。是。这是你妈妈灵魂先摄受到光，你就安心了。是。灵魂请回去，回到你妈妈的肉身。有。你有看到妈妈回到她的肉身吗？有，她进去，但是她的头后面也有一个圆光。已经有圆光了。是。你妈妈的圆光是法性光，如来藏式摄受到大日放光，研造而成的法性圆光。你刚才讲说同道看到你的分身与圆光，你要相信。有时候自己看不到，先沿着同道表达出来，因为你的分身可以独立存在于外面。是。你的分身可以独立存在，不需经过你同意。你的分身相不离你的法性相不离性，性不离相，性相一如。这些词句大家都懂。是。他们看到你的分身相，看到你的分身圆光，正是自信法身相，自信法身的圆光。我刚开始情形和你一样，以前很多人看到我的分身，我也不相信因为我自己没看到我不知道分身可以独立存在于无所不在。看到我分身的必得救了，怎么看到我的分身的人我都不认识？见分身的一个一个接着来礼敬我，我才开始相信有分身了。连续100多个嘞，见分身的人向我感恩，叙述故事内容时，我听得瞠目结舌，啧啧称奇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所以然，更难相信自己的分身已经在外面与人交流活动了。完见到我的分身的各种疾病无一而愈，很是神奇。佛法难大悟，分身行神迹，连续100多个。我永远记得分身对灾患者的关怀。以民国77年，很多人已看到我的分身。如今我相信分身了，可以独立存在于肉体之外。这个问题也是爱因斯坦会见泰戈尔的第一个问题。你相信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神性吗？印度圣者泰戈尔于1930年7月14号，在德国卡博斯拜访爱因斯坦所问的对话，分身解答：神性可以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存在，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分身独立以外。是。圣经有一句话：上帝透过孩童的口舌来表达圣言。
而你呢，透过你的亲友来表达你有分身与圆光了，显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同时也回答爱因斯坦的问题。是，谢谢，感恩本尊。你妈妈没问题了，谢谢。能不能再请求本尊，让我的爸爸还有我的祖父他们也一样可以有？他们是已经往生的，是。好，就在你家门口。有。你家门口，两个呢？有。两个一起，两者各自存在不同的空间，放光照见，瞬间汇合在你家门口，时间空间同时消失，超越时空，瞬间摄受到放光而照见。你家门口就这样嘛，邻居就这样，左右邻居就这样，从空中看，你没有从空中看过的经验是。然后你家门口有你爸爸妈妈，他在那里，你爸爸在那里叫你的名字，多远呢？你这里听得到？有听到。千里传音，同时相应，量子纠缠啊！是。为什么听到声音？水要经过水波才能听到声音啊，没有介质怎么听得到？实相的特色，无空间、无时间、无媒介、无远近、无始终、无内外，甚至也无数力，怎么瞬间在你家门口呢？声音超越远近，突破时空、空间呢？时间呢？无内鬼怎么来的？什么方式来的？答：照见，万光照明，宇宙万有毕露，这就是实相，没有理由，法性如是。怎么瞬间出现？瞬间移动？瞬间，时间空间怎么不见了？为什么？就是实相啊！照见五蕴皆空啊！这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就是合一时，这就是合如来藏时，能圆照宇宙万有皆空啊！这就是佛陀成道的理由啊！体悟宇宙人生的实相，佛陀广宣流布，宇宙人生都可以转移进入实相，所以五蕴生法界生实相。现在的人看心经会说，人生的一切之空啊，这个空是指实相，人生的一切都可以转入实相，那个意思。转入实相就是佛陀的诸法皆空意思了。以印度圣哲泰戈尔的人类宇宙、意识宇宙不谋而合，爱因斯坦终其一生探讨的大统一场论，法界实相岂非不可迎刃而解？另外，你还有一个阿公，阿公祖父，阿公叫你的名字有圆光了，有圆光以后，就是有法身了，是法身无所不在，可以破空而立，站在虚空，就像同道看到你的分身在天空，就是因为太容易简单了。是你自己为什么不相信分身呢？而以自己的肉身这个我执为主，你没有以本心为主，没有看到你的灵魂真知为主，你考虑到的就是这个我执的我，所以你不相信自己的分身在外啊。易行道两者都站在虚空。你看，有站在你家门口的虚空，破虚空，站法界而立，像刚才我的照片一样，破空而立，无所不在的意思，自由自在穿梭宇宙时空，得照见了。感恩本尊，用他的慈悲叫你的名字，消失了。他消失的时候蓝色的圆光在远远的天边旋转着，似乎在等着他来投入光中，像人间看太阳那么大，投入蓝色的圆光，两者就消失了。有，很清楚。那就安心了啦。是最后一个赞誉，我刚加入本尊道大概1-2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一个白色的圆光很大，然后它从我的前面打到我的眉心，嘣，轰然一声，我都震动起来。之后没多久就出现一个蓝色的圆光，那个蓝色的圆光呢，是整个中央是蓝色的，旁边是白光，所以我就知道说这里是究竟最后一步究竟法门了。
那感恩本尊。能不能请求本尊吹气放光？吹气你。永生珠。永生珠是蓝色的阳光。蓝色。你有看到啊？有。你穿现在的服装，在蓝色珠子里面出现。是。有。就现在服装。是。有。好，消失。吹气。有哦。有。可以了啊、感恩本尊。实相圆满啦。是，因为你今天看到你的相被圆光了。感恩本尊。最后一个赞誉，刚刚本尊在放光吹气的时候，整个前面所有的花都像本尊的分身，佛的本尊的分身全部都是满满的。你看到我的分身满满的啦？对，整个都是分身都满满。我的分身现在变成你们所认知的活菩萨偶像，端坐在十方的空间。有，你看的分身不见了，变活菩萨围在我旁边，遍布虚空，整个会场都是。对，都是你所认知的活菩萨偶像。是在虚空上，佛陀放光，光中出无量活菩萨，天龙八部，无量大众。开示大乘佛经的时候，无数活菩萨以无量大众、天龙八部从光中出现。有围在佛陀身边，就是这种光景，活菩萨围绕，其中有观世音、文殊菩萨，全部有。我们把光中的景象加入太雄利乐君、观世天尊、通天告注，都有。对，马一龙也凑热闹在光景中了。华严经啊，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净土经佛告阿难，人天无差别啊。佛经所描述的佛光普照，皆能放光照见宇宙万有。五古经无眼镜放光照见五蕴皆空啊！瞬间，活菩萨的形象全部变成分身，遍布虚空十方法界。如此是楞严经所说的见性周遍，含图十方法界，无量变化，应众生所喜而变化种种身，万有从光中出呀！好，请坐。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刚才你那个，好，等一下你呀，等一下你。你规个啊，无看到啊，一匹乌伫啊。我是高雄分会的王宝忠。加入会员已经1年8个月。过去我一直是在其他宗教也跑了很多，在这边之前我是佛教如来宗，就是妙禅师父那边，如来宗，在那边待了4年。可是呢，有一天呢，突然间老是在网络上面就是会看到本尊道的 DVD 出现。刚开始的时候想，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也就没有理他。过2天看脸书也看到本尊道的 DVD 的那个信息在上面，奇怪了，还是不理他。看到第3天，怎么又出现 DVD 这个讯息在脸书上面？想说，进去给他看一下。好，一看呢不得了，看就不会停了，就一直看下去，觉得哇，深深的被吸引了。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回去妙禅那边了。那边就是打坐，就做禅坐。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打坐了，什么都没有，我就直接到高雄找那个刘先生。就是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可能应该算是有遗像吧，看得到杯子，可是摸没有温度。杯子可以看得到，杯子可以看得到。你家门口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吗？看得到。你现在的服装站在你家门口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就是自见其身，分身。所谓第一项是，你在那里吃东西，有出现了，有味道吗？没有。分身在那里叫你的名字，有，好像在喊你哦。有了，大声一点了。对，这个重点哦，你自见其身，能自见其身就有变化身，你马上变成一个女生，很漂亮的。有。女生很漂亮，你欣赏的，知道的，
多马福音啊，耶稣回答如何进入天国。能把男女合一，男人看成女人，女人看成男人，就能进入天国。两者为一，内外为一，眼镜为一，不二之意。例如你的婚姻啊，你家门口婚姻与你为一体，无分别，无分眼镜，内外就在眼前。你当下就是目睹者、观察者。你明星喊你的名字，有没有？有，可是比较慢几秒。喊你的名字是女明星的声音，与你的男声音不一样，但女明星是你的变化声，你与女明星视为一体，不同的声音也视为一体。女生的声音在远方的你家门口，怎么听得到呢？无眼镜，内外合一啦，两者合一，而且你马上听得到，有直接重播，是你可以进入实相世界，进入天国了。耶稣所说的天国是实相世界。当彼拉多问耶稣：“你是国王？”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一个境界自见其身。是，如果吃东西吃得到，而且色香味齐全，天使是第二个境界。是，好，来你继续讲。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 DVD 来的啊，在别的宗教晃了那么久，突然提水一场空。过去我曾经在天地教那边修得好辛苦哦，每天跪叩拜，跪叩拜，子时午时都要，还要修法纪，修的真的是每天都满头包回家，身心非常的疲惫。可是呢，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见到任何要供养师父师母那师尊也要供养，师娘也要供养，我就离开那边了，又晃到道教去，又晃到庙产那边去了。我都觉得说，奇怪，怎么弄来弄去，我都找不到自己要的东西，可是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一直都不知道。只是看到本尊的 DVD 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真正的要找自己，找自己，要自见其身。每一集的 DVD 在我看来怎么都这么的珍贵，像宝贝一样，像宝藏一样。所以在很短的时间，我就把那1到93集我就看了2遍，1到93集都看了。那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虽然我没有像大家有这么好的境界，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说本尊给的我应该都有收到。你所听到的你都有，是。你所听的不要分别说，我相信我都有。你刚才那一句说，我没有像其他人那种境界，分别的概念，分别及分类为二，要抱着和别人的境界相同，是个人显化实相的境界各异，分别心阻挡实相，所以同道境界是一体的观念，也不需要给光什么，光只要你的向道心。光虽然一无所有，但庄子说。自无而共其求，金光明经一空满焰品，天理问我，银河菩提正行，银河平等行，从实相菩提正行，从实相平等行，依实相而满足你的愿望，一空满焰之意啊，就是我常说实相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愿望啊，所以我才说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比武则天还武则天。正是一空满焰呐，菩提行啊，包含着平等行；菩提正行啊，与平等行啊，皆以空以实相空性见来展现。如此也证实，一实相就是菩提正行，就是平等行，就是一空满焰。光没有在乎你给他什么，但是光给你的是生命，永恒的生命。光不舍弃人，是人舍弃光啊。是光无分别心。光与你我是一体的，是你我有分别心，只因人的根性与所知量大小而决定对光的看法。你应该知道光的神圣性、超越性与广大性、永恒性。台湾代理中从来没有规定要供养啊。是我认识光已经60几年了，光从来没有要我供养，反而光养育我成长，从无明到顿悟，从顿悟到合一。由合一而放光，放光出分身，分化无量身与人交流。我终于了解了光，光啊不需要我供养，却是无求而得，无所得而得。于是我希望光照明慧眼的心，
结果媒体的假新闻使我我非常清楚，我看了 DVD， 我就相信本尊的一切，本尊都不用告诉我，我只看了 DVD 一集，我就相信本尊是真的，本尊是真金不怕火炼，本尊是真的，所以我一直进了大日宗之后，我再也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来这边实在是真实不虚的，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第一步，你把所听到的经济回归于你，色受平等，法性平等，坚定你的向道心，以本心为尊，迈向永恒之路。金光明经如意宝耀天理，就以平等心、菩提心开示出五蕴生法界。所谓平等心，就是实相世界，依六根显化的实相进入菩提心，以自信平等心归向本心，以本心合一，是谓菩提正行。平等心、菩提心是从实相以本心合一，实现平等安住。安住正是老子所言报义。所言报义啊，法界大日就在你心中升起，放出光芒，投射在额头上，称为额头放光。所谓合一之际的放光啊，是。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本尊的 DVD， 我真的就回不去妙禅师父那边了。不是，你能从第1集看到93集，又看了近3遍了，2遍多。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看了 DVD， 竟然带动亲友圆满6相呢。只听到声音，看到 DVD， 6根同时开启，亲友全部显化。如果用观念、经验、知识去分别判断啊，其自大、狂妄的妄事阻碍了6相的开展。因此啊，除妄显真，合如来藏，是佛陀在楞严经所强调又强调的，要珍惜要。是非常珍贵，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我有这个机会来到大日宗，我常在想任何的本尊的开示，只要我有被邀请到，有一个让我站的地方我就要很感恩。只要有个站的地方，没有坐没有关系，只要能让我有一个地方能站，能跪在那边，我都要很感恩，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晓得历经多少轮回才能够出现在本尊眼前，让本尊看到一眼。你很谦卑，对道的谦虚。老子说：“若其小，壮其大。”耶稣在登山宝训8大信徒中有虚心的人有福了，大道之门为你开了，所以你很容易看到自己，自见其身。是在《金刚经》，自见其身即生实相见如来。既然生实相见如来法身了，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心经三世诸佛依到彼岸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自见其身，关键决定于灵性，不是靠时间苦修。你很容易自见其身，结非打坐苦修，而是大日照见，瞬间开始眼根。所以自见其身，此瞬间启发难以令人相信，甚至连自己都疑惑，怎么如此信誓？佛经提到修道要3大阿僧祇劫，是针对迷失本心的无明者而说。那么《法华经》龙女怎么一念间成道呢？是一念间成道，有如照见；一念间成实相，见如来。直言之，一念间成道，以3大阿僧祇劫成道，系以本心之显发以无明，因灵性摄受到大日而照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照见在一念间瞬间。3大阿僧祇劫以一念之际，都在当下照见，本经处于真空状态，零次元空间，无时间无空间，与人间的时间概念显然不同。既然当下本身无时空限制，那么生实相即可以见到在实相中的菩提心，而菩提心也可以见到实相。当下觉以一念间平等心，平等心也是菩提心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思考，以法华经佛陀的打咒以觉来阐述，觉只是时间的错觉。如爱因斯坦的时间观念，时间是人类的错觉，过去、未来都是现在、当下。华严经入法界品善哉说，能知觉1万年存在于一刹那间，三世存在于当下，人就住入实相中。因此华严经入法界品安住实相，具有永恒在当下了。一刹那即永恒，一刹那等于永恒，一念间等于3大阿僧祇劫。
这就是《金光明经》所谓平等行、菩提行啊。最后想请本尊为我往生的父亲安元光，还有在生的母亲安元光。哦，在生的母亲啊，哈，是对新竹的家在门口，她走出来了，你家门口有笑容兮兮的，对，后面阳光出现了，有啊，向你挥手，有。哎，我妈妈有拿拐杖，什么现在没有看到拐杖。有阳光不用拐杖，是往生不用拐杖。你的五官意识要拿拐杖，好，那去拿拐杖好了，来拐杖过来。你妈妈拿拐杖的啦，有出现。你要她拿拐杖。阳光法身拐杖，借用心经的话，真实不虚。以上是照见五蕴皆空的事，你所认识的拐杖，是你的本心救到你的妈妈了，你妈妈收受到大智的光芒，再生就有了照见，百益无一害啊！你看，你妈妈拐杖一丢，没有拐杖了。对，法身拿拐杖好像不大对啊。就是因为你的观念啊，是照见你的事。是维摩诘经表达得很清楚，法身没有病啊，妈妈有生病才拿拐杖，以照见成法身的，无需拿拐杖。和维摩诘经的阿难啊，为佛陀找药，如出一辙。佛陀生病了，阿难出去找药，维摩诘说：法身怎么会有病呢？有啊，是佛叫我出来找药啊，法身无病啊。维摩诘针对法身而说，而阿难啊，还没有法身观，以肉身看佛陀生病而找药。维摩诘以法身观佛，阿难以肉身见佛。金刚经记语：若以色见我，以音声起我，是人行邪见，不能见如来。了解。还有我父亲，照见往生者为行啊，行啊，照见为实相。我不认识你的父亲，如何找出往生者？直接放光照见，或透过你的分身。你父亲直接就站在你家门口了。你的父亲有服装，你从来没有看过。在生之年，你没有看过父亲穿这种服装，没有看过这种服装，表示不是你事变。如果说想念父亲，父亲就出现，那是以六相为根性的事变，不是你父亲的法身，是你的事变身。放光照见行，与事变显然不同哦。你的父亲出现了，阳光有了，有以后的照见了，必由你见到为准，眼见为凭，目睹为确定。感恩本尊。OK， 感恩本尊。这样就可以，这可以教授。感恩宇宙大光体，感恩本尊，感恩法身。今天要向本尊赞誉的内容有：个人在学习丹道多年，今年假日大日中之后，能维持每天1个小时的静坐，看遍所有本尊道的录影集，尽可能每周星期日到高雄分会参加上下午的这个活动，让本体受光，以及同道们的各种境界，也加入联璧会同道的网络带动，收获良多，逐渐认知向内寻找本体，内观本体的重要。于是最近1周以来，静坐的时候，这个先天气的运转就跳脱了丹道的方法，也不属习，直接内观腹部及胸部，之后就看到本体在肉体之内，随着内观的深入，本体会逐渐变小，之后逐渐变大。我请本体移出体外，并请他操作气的运行，全身以及手脚的脚趾都感应到气的充满与跳动，身体非常轻盈，处在气重则轻的境界。之后分身变成巨大身，高达数层楼高。回复之后，大鹏鸟载着我到法界宫，建筑非常华丽宏伟，看到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大势至菩萨以及观世音菩萨等，也看到我父母亲
以及我内人的父母亲和3位姐姐，他们的头的后面都有盐瓜，因为上次本尊帮他们加过盐瓜，感恩本尊。离开法界宫之后，一条金色的龙带我去观赏山河大地，清脆的山峦，清澈的河流，河流旁边种满各色的花，还有绿荫草皮，非常漂亮。回到家之后，本尊分身从相片中走下来，于是请分身一起到客厅喝茶。因为设定的时间声响，本尊分身就离开了。那我起身感恩本尊，也感谢法师。回卧室躺下的时候，又听到天乐，因为天女飘逸下来，我就再度的合掌来感谢本尊，感谢法身，请天女回去，我好就寝。天女下来了，你就请你天女回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困，很想睡觉。接着下来，每天的静坐，继续内观，上面的镜像几乎每天都会出现，随想随有。有天紫色龙带着我去法界宫，再度听到琵琶、古筝演奏的天乐，一群天女飘逸下来。回家之后，穿着薄纱的如来明妃也出现。于是我就合掌感恩本尊，感谢法身。稍后又是因为我设定的时间已经响了，天女又才消失。这2天清晨静坐的时候，看到本尊分身的光身，感恩本尊，感谢法身。再来，我想向本尊赞誉的是，因为我参加了大日中，使我视野打开，接触到其他国家华人世界的多项活动，也深为感佩我们大日中同道同心起力，再接再厉，终于众志成城，令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我今天的赞誉就到此，感恩本尊。上次我学生说，大家都有如来明威，是天女下来了，你就请天女回去啊。后来还是再出现了，有出现是看到如来明威，还是你经验如来明威了？反正他就出来也是西方的脸孔，然后天女出来先有天乐，有随着天乐出现天女，是记住哦，天女出现先听到天乐，是有时候他还没有出现，先听到天乐。天乐什么情形？天乐声亮，带有磁性，音韵柔雅，飘飘欲仙，与你的心共鸣。有时候在耳边回荡犹新，有时候十方齐鸣共享，是忽远忽近，有如瀑布宣泄，或转而潺潺的流水声，扣人心弦呐、来自灵魂深处的音符缓缓飘来，回旋荡漾不一样。是有时候出现天乐在墙壁里面，在你四周仿佛与你畅饮，或在你睡的枕头里面低吟着，有如西施伏在夫差的怀中，气声绵绵，是感恩本尊，悦耳动听洗涤了你心灵的沉闷烦恼。天乐流露了优美的诱惑，轻轻地拨起你的心弦。这个时候，当你陶醉在和雅的乐声中，天女已驾着天乐阿耨多罗的来到你的眼前，景物也随着天乐解脱转化成仙境。天女知道你要去授课，她体贴到你的精神，有另一种难以启口的表达方式，是感恩本尊，甚难可得啊！当我看到本尊的分身光身的时候，我也曾经说想把我的分身也投注进去，看看是不是我自己。结果一下子出来之后，那个投注进去的时候光会比较暗淡，等我离开，那个又是非常亮丽的光身，所以那个恐怕还是本尊分身的光身。你看到我的光身嘛？浑身像人又像光，就是有人某的样子，但是那个是光身，光身是光身，光成我的样子。是初期以光身出现，现在以凡夫身的分身出现。有你看到的光身比凡夫身更神奇。是你看到的光身具有神秘莫测的感觉
光身就光的样子，就是我的样子。分身就是光的化身。是你刚才声称宇宙大光体，所以能见光身。光凝聚成形，成我凡夫身的样子了。光身有，现在是我就这样变成我的分身。是退下退，就剩下光在闪烁着。有光身是这样，像光亦像我，消失由光来消失。消失。你现在看到的光身，现在有，我那里程度很好呢，见啥概念呢？我也记。以后天理出现，不用孔子的礼仪，也不是像老子或佛陀那么道貌岸然，是，更不要忧心忡忡，恐怕英雄无用武之地，顺势而动，自将得心应手。总之，要怀着成吉思汗、亚历山大、凯撒的战力，面向天理。但不要像马一龙那样，看到天理就冲过去，使得天理大喊救命啊！我的意思是说，顺其主怜呐，体会进入与自性本心合一啊。天理来，你就进入空性见，最信是与你合一为一体的方法啦。是，若对天理没有兴趣，不，对天理一举一动是感恩本都要有兴趣，因天理是大道的化身，你的自性本心所化身。是，有时天理是自性摄受来的，通常是你的自性变化出来的。是感恩本尊，保持兴致勃勃，与空性结合的最佳良机，不要错过。是，何以用你站立出来的波港啊啦？是感恩本尊。楞严经正得真如本心啊，得无上安乐。维摩诘经当乐法身。依法身自得其乐，其乐有自受用、他受用。易经显诸人常诸用，用呢想用、妙用、显体化用，体用不二，不二的是合一啊。法身是得常乐我净，乐者涅盘之乐，无上安乐。这个安乐就是享受到了。请记住，和空性的天理结合以后合一啊。你心中会出现像人间看太阳那样，法界大入将从心中出，转移到额头上，由大变小，形成额头放光。放光形成照见，所谓放光照见。法界大入从本心出，不是从外面出来。大日经也是如是说，你与大日同在，大日本心与你成为三位一体。我又要重复楞严经佛陀所谓的合如来藏，回光返照，圆照万物的大道理，如是你立刻马上体会到，宇宙在无心，无心是宇宙，瞬间到彼岸，以实证心经所谓的观自在行深波罗蜜多时，究竟涅盘，得阿耨多罗多三菩提心，实现心经、金刚经等大乘佛法。是。请坐，请坐。好，感恩本尊。还有呢？感恩本尊。我叫赖月儿，今天自我介绍一下。赖月儿，我非常感恩本尊。我今天为什么想举手？因为刚刚分身就在我前面，分身巨大分身本尊刚刚介绍的那最原始的那个分身，梳头发，下面旁边有个摩托车的那个分身。就那个，我称为他宇宙流浪汉。对，他现在就在我的前面，非常感恩本尊。对，礼拜四的早上一大早，我在顶礼感恩天光光的时候，从天光光的本尊分身出来，就是这个分身，我都在顶礼。我顶礼天光，看到那个对天光光的那个分身就这样出来，从里面这样出来。第一次出来。对我看到了，然后我出去，他就一直在我的前面。因为就像真的人那样吗？对，就像真的人一样，就在我的前面。他和你同行。对，他就一直在我的前面。他就在你面前。对，他就在我前面。你要去哪里再远，他就在你面前。他现在又在我的前面。就在你家门口。有看到了。现在在你家门口。对，在虚空。也在虚空。对，非常感恩本尊，我很感动，就这个嘛。对，就这个。他无所不在。对，就这个感恩本尊。那我今天要赞誉，很感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跟本尊赞誉。我先赞誉我孙子，
我那个3岁的孙子最近，我不晓得，因为他常常短期就是一段时间他就会口疾。最近有一天晚上，我在跟他互动的时候，睡觉我都有陪他，跟他讲话这样子。那我会问他说：“郑明诚的法身在吗？”他马上举手在，就讲得好大声。那他都要跟光爷爷顶礼晚安。那天他就跟光爷爷说他要弹珠。光爷爷是指大日吗？光爷爷是本尊的分身。哦，我的分身叫光爷爷。对，他叫光爷爷。然后他说要跟光爷爷要弹珠，他所谓的弹珠就是光珠，他不知道。但是他说光爷爷给他一颗金色的弹珠，他拿了以后，他就说要分享给光爷爷。从这一点我就非常的感恩，就是说我们都是在得，我们不知道要舍。从我的孙子身上，让我体会到，我孙子是在舍，因为光爷爷给他的光珠是金色的，结果他是要分享给光爷爷，光爷爷给他，他应该收起来，可是他却是分享给光爷爷。请本尊坐下，谢谢，感恩本尊，请您坐下，谢谢。本尊对不起，没有请您坐下，没关系，本尊坐下，谢谢你。本尊请您坐下，谢谢，感恩本尊。再来就是说我非常的感恩大光体本尊分身，然后他借由我孙子来告诉我，让我去体会到这个道。那我孙子在前几天陪他的时候，在擦桌子，我孙子突然蹦出了一句话，他就说用法身。我当下很错愕，因为我不知道从我一个3岁的小孙子，3岁而已，3岁小孙子竟然会讲出这句话，错愕，我很错愕，跟我现在都很错愕他。然后他竟然讲了用法身，后来我就问他说：“请问怎么样？怎么叫用法身？怎么用呢？”我甚至跟我讲，跟光爷爷一样。这句话也让我今天本尊在开示当中就说了，我们都跟本尊都可以一样。所以我们都有本心，从我孙子身上让我真的体悟到说，这个道不是只有从不认识字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他的本心显发出来，尤其经过大光体本尊的放光照见，就可以。只要你的意识流融入本心不生不灭的空无状态，并安住在空心中，你就以广成子的所其处其何，活在当下了。感恩本尊。所谓当下，指目击者、观察者以真如本心同意。所以我那时候不晓得说用法身，因为我在学到7年多，快8年了，我都一直在摸索，我不知道如何，就像本尊说的，去用法身，如何去用。用法身的这个用，不是用法身而是被法身用顺势静观，能相应法身的进动，而且能生般若妙用，你才能用法身感恩本尊。若是自大、自以为是、自满、自傲、作茧自缚、目中无人，如何用法身法身在实相中可以圆满完成一切，但必须依据你的根性与所知量大小而论。楞严经如是说。首先要合一，合如来藏，合即是平等不二无差别，合了才来说用感恩本尊。用表示以生般若的你就是法身，不二，法身一动一静，与你呼应感通，相同步调，才说用法身。如果法身一动一静你没有注意，不知不觉无明，反而怪法身没路用，你还是以无用为大用吧。你怀疑不知所以然，法身就无用啦。所以佛陀说合如来藏，回观反照，就圆融无碍。你那个3岁孙子，3岁也有本心对，好，感恩本尊。再来就是我要跟本尊赞誉，我在上礼拜天在协会。秘书长说开始网络道场要分享，大家来研读本尊的 DVD， 我就想说我要抓时间念，就在协会一心在看本尊的 DVD 的文字档。我看到从这张的法界大日蹦出一颗金色的，像高尔夫球这么大小的珠子，这样咚咚咚咚咚就掉下来，掉到我前面。我也不清楚
第二次他又蹦出来，他又这样咚咚咚咚咚，又跑到前面来了。我对于自然流露都是静观顺势，包括我看到的一直在我前面的这个本尊分身，我也还是一样静观顺势，然后守住我的本心，以本心为主。我请教本尊，这颗金色蜘蛛它是有什么含义吗？是还是水水为摩诘的，回归本心而论吧。有金色蛛非以言说啊，必以实证，否则啊，越解释越疑惑。好，静观顺势，取代疑问，你能顺势就好。好，你已有阳光有出现，有阳光加大，转化成向背阳光，有很大。开始以后阳光就这个代表。感恩本尊。生般若实有向背阳光，你们还没有生般若妙用。好，先安向背阳光，此为佛经所说的烁寂。好，般若身，不用请教本尊，你就自然知道。好，感恩。你请教别人，我越疑惑，别人未生般若，如何解答你、满足你？所以才说一空满验，自证、自悟、自觉，自然知道，自知自明，即使般若，不借学习，学习只是知识了，非般若，何谓用？正如本心生般若妙用了。般若妙用有何意义和目的呀？那么大乘佛法为何强调六度万恨呢？又为何提到十相般若呢？因为般若渡你到彼岸。感恩本尊。人世间有一天老了、生病了、死了，历代古今帝王将相、商贾名流、望士，功名利益，一切灰烬了。就如庄子所说：“终身碌碌，不得其功。”一定有法身，有阳光，永远存在，你该安心了吧？感恩本尊。楞严经波斯匿王啊，以后人死后就断灭了。请教佛陀断灭，佛陀访问他：“你相信里面有一个不断灭的存在吗？”佛陀解释里面的事啊，灵魂啊。波斯匿王明白了，哦，里面还有一个存在啊，肉身断灭。事继续，事就是灵魂，舍弃这里，生那里，死在这里，在那里生。如果那里没有生，才是死了。所以佛陀告诉波斯匿王，你里面不断灭的存在是永恒啊。波斯匿王听了很高兴，很安慰了。若和本心合一，涵盖与事合一，因事在如来藏性中，透过事而合一，不断灭。佛教以事取代灵魂。如果佛教用灵魂来取代事，就与当时的婆罗门教与耶稣教相同了。针对真如自性而言，不论耶稣教或婆罗门教，皆以合一至高存在为目标。婆罗门教有幻我合一、不二思想啊，不二就是合一啊。像奥罗宾多、贴格尔、博戈森、桑杰罗都有不二的思想。维摩诘经不二法门，不二中道的意思了。中道义，佛教也以中道为宗旨。感恩本尊。把本心当成客体了，彼此就分类为二了。所以你即彼，彼即你，彼岸就在你这边，你这边就是彼岸，那个意思啦。你的思想、观念、生活、人生的一切种种，以本心瓦解、撕裂成为二了。是你把它分二当客体了，主客二分啊，分道扬镳了，各奔前程啊。如何用法身呢？你改分二变到用法身，法身你来讲，你合一，虚实感觉你有本心存在。感恩本尊，谢谢感恩本尊，好感恩本尊，谢谢感恩本尊。好了，再播一，等了。感恩本尊，刚刚本尊您说的话，分身会实现，我就想到40多年前我见本尊的时候，40年前哦。对，你干脆说日本时代。没有啦。哦，说错了，我进入本尊道有20多年了，20年了。20多年呀。Sorry。可别记忆力减退了。对。我那个时候来见本尊的时候，我好高兴，说把本尊道传回去。那时候你住在美国呢？对啊，
我把本尊的资料带回去给我们那边的台大的校友会知道，我好困难的把本尊道传过去。现在我要跟本尊请求，我的婆婆已经108岁了。哦，108岁。对，请求本尊安元光，给他安元光，因为他救灵魂，因为光是针对灵魂，灵魂先摄受光。是的。我重复引用佛陀访问波斯匿王，你相信里面有一个不断面的存在吗？灵魂是事，如来藏是五蕴之一，不断面的存在就是灵魂，就是事如来藏事。你婆婆的灵魂可以照见，凡是人的灵魂皆可以照见。108岁了，先拯救灵魂。耶稣临终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我的灵魂已经交在你手上了。”耶稣相信自己的灵魂获得拯救了。对，尸体丸也是，耶稣也好，耶稣后面行道者都强调拯救灵魂呐。是，他们讲灵魂，重视灵魂，没有灵魂就不能永生，因为灵魂和真如本性是一体的。是，佛陀讲是意识、是经、是神。是，唯识论讲阿赖也是与灵魂同义。耶稣教重视灵魂，印度圣者泰戈尔对灵魂更深入的感受。泰戈尔的诗句如是说：“我感到内在的震荡，是我的灵魂想要脱离，还是我的灵魂想要专注呢？我的生命开心的与万物一同飘舞，进入蓝色的空间与黑色的时间中。”这是泰戈尔的诗所描述的。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自己就是真我，是如来藏事，是真如本心与灵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先后的古今哲学家也有大力展开灵魂学说。柏拉图的灵魂观有3个灵魂：理性灵魂指理行，理行啊，至高意识、至高的神性，至高的真如自性，是至深、至善、至美的灵魂。另有真知的灵魂与欲望的灵魂，或许奠定后世基督教3位一体的宗教理论。所以你为婆婆请求安元光是明智的选择啊！元光啊，也是针对灵性，先摄受元光，灵魂自然得救。耶稣与尸体丸及信道者的灵魂得救，也是遇到上帝之光。提到灵魂，灵魂与人有直接的关系。人生啊，生老病死与灵魂息息相关。疾病、癌症实在没有办法急救了，先救灵魂啊！元光是法身的符号，元光也是安顿宣告灵魂得救的象征。先有元光，而后有法身，史无前例啊！受记啊，应该先有6相很圆满，身俗相见如来，才能自然元光啊。简言之，6相圆满了，自己燃起法身啊，元光随法身而出现。楞严经的合如来藏回光返照，以金光明经的五蕴能现万法之根本，法界啊，含藏的是灵魂的性质。金光明经是最早的大乘经典，他讲法界，法界即实相。在西洋哲学第一个开发实相的是柏拉图，德国哲学家谢林第一个讲实相，第一个讲法界的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金光明经讲法界，法界当体即是五蕴，所以五蕴能显法界，五蕴属于如来藏性，不从因缘生，早已存在，现在未来仍存在，本来即空，从空性中彰显实相，所以五蕴能显法界。里面有6项的实相则，也是从当体自性本心所显现。西洋哲学未深入探讨法界实相，没有发挥出来。佛教提倡法界，宣扬实相，是全力推广大乘佛教经典，开展实相。我最后一个赞誉就是看到很大的圆光，2个我走出来，我都在光中，最后是本尊分身，都有圆光。相背圆光啊，扩大的对啊，般若光，全身的很大，就是全身的般若光。般若光是妙用的，是的。所以就是实相般若。实相啊，只针对自己回应，没得接受别人去的检验的，对了。实相不接受为证者评论。所谓为证，出自于《法华经》，意思是说自己不相信的，也没有境界的，把自己境界讲得很高，我还会分析、判断、自大，那一种叫做为证。
所以当下就是实相与灵性是一体两面，而灵魂立于其中。是灵性在当下的空无中，意识流，以本心合一及生实相见如来。心经称本心为观自在，观自在合一了，观自在行深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观自在。维摩诘经所谓不二法门，观自身实相，两者异曲同工，当体即空，当体即观自在，当体即本心，当体回观反照，当体放光使能言照见五蕴皆空。因此照见五蕴皆空，真空妙有啊！是，感恩本尊，谢谢你，感恩。感恩本尊，我要感恩本尊救了我的灵魂。救你灵魂？对，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差不多认识注音的时候，我姑姑她就给我看一贯道的那种故事书，我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轮回，可是我晚上都不敢睡觉。然后我爸爸说：“你无做歹代志，你是在惊啥？”我说：“我唔知影电视有做歹代志无。”然后我就晚上都睡不好。我大概4年级的时候就在想轮回的事情，觉得好像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不知道要干嘛。想到我有一点快要疯掉，我就叫自己先停。之后就是有一个因缘际会，就是碰到一些事情，然后朋友叫我去他们家开的公庙，问神。那时候就烧了一些金子就解决。然后那一年冬天的时候，他们那个庙说要找人去打坐。之后在那边有一些灵动，然后我曾经在打坐的时候看过自己就是在一个大莲花的花心里面，后来才发现说是个莲花。那一阵子其实我晚上还是睡不好。我曾经有一次就是看到我们家的楼梯口有一个白光往我身上冲过来，我吓到，我以为是鬼，然后就是那时候都没有认知。然后我也曾经听到一些拖鞋的声音，然后走路，然后灯一开就。后来我就去淡水圆道观音庙有一个大佛，去求签。那时候我就把我的梦境说一遍，问说是什么意思。结果我求了一支签，上面写终身不习上，在世却枉然，轮回总难免，永落深坑欠。那时候解签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不修，你就是要一直轮回。我那个时候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难道我这一辈子修，我就可以不用轮回吗？我现在连和尚都不是，而且我不知道看到哪一本书，好像写说女人不容易成佛。然后我想说，我可能还要修好多世才有可能成佛，我怎么可能这一辈子修就成佛？然后我就断轮回啦。然后我那时候也不以为意，后来又跟同学他爸爸刚好又开了一间宫，我又被拖去。其实我其实很无奈，我也很痛苦。我常常会想说，为什么人家就是20几岁可以去玩，然后可以去干嘛？为什么我要修行？现在还要修吗？不用啊。现在还在修？没有，我现在没有。总之到最后我是离开那边。反正我后来走出来以后，我有一次梦到黑白无常，然后一个慈济的师兄跟我讲说，他说你这走不去，你就是要回去修。然后我走到慈济，至少它是佛教。后来我又走到基督教去了。到基督教，因为他说不用轮回嘛，我也觉得很开心。只是我心里有一个疑惑在。那一天我们同道跟我聊到中道思想，我马上就觉得不属于任何宗教。那时候同道有介绍我看 YouTube 本尊的本尊道 DVD， 我回去我就看，在讲直接摄受。讲到摄受这2个字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佛像立体的，然后背后是绿色的叶子，很漂亮。那时候我有点震惊。后来我就看了3集之后，我就决定我要到本尊道，我就去协会，然后有简真全先生帮我带动。我有看到我小孩跟我没有想到的，我小孩后面有一个小沙弥，然后他们2个合为一体，然后转过来对我笑。
回去之后有一集好像在讲心经，那时候我是在走路运动，突然就听到本尊说你的本体可以招出来跟你握手。那个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一只手立体的到我的眼前，那是我从小带到大阿嬷的手，她往生20年了，我很想念她，可是其实我根本忘记她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那只手有一只玉手环，我也忘记她有戴玉手环。那时候一出来，我一看就知道那个是我阿嬷。我在听 DVD 的时候，本尊你讲说本体会招出来跟你握手，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阿嬷的手就出来，她的脸就出来，然后我很激动，很就是不知道很感动。可是我后来着于那个像，我就是膝盖讲一讲我的流目屎，然后刚好那次去协会会长，他叫我说。请我阿嬷跟大日走，结果我还跟会长说，我阿嬷她走不掉，因为我不让她走，因为我心里我很想念她，我实在舍不得她走，所以她没走掉。后来在带动的时候，那个林世宏的同道，他跟我说，我想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出来啊。结果我就看到我阿嬷从上面在看我。其实第一个那个手出来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是我的本体。变的啦，只是我那时候还不通。后来因为我看 DVD， 我一直看到很多人都有很好的境界，然后变成换我急了，就越着急就越没有。然后第一次见本尊，我一直要赞誉，结果都没有机会。可是那一次让我学习到说，真的不要急。因为虽然我没有赞誉到，可是我听到很多人的赞誉都很精彩。先听进去就好。对。那时候才真的开始就是放下，比较冷静。我现在要来赞誉我的本体，我现在称他法身，因为我有看过他。我现在觉得我有6相，可是我还没有实体，所以我希望本尊可不可以帮我再提升一下？我觉得我有6相，可是对，就是我看不到实体，然后都是在脑子里说。要摸什么东西，其实脑子里都是有感觉的。思想摸了啊，对，思想摸，思想摸是出显的处了，手摸就摸不到了。对，思想摸有。我先跟你讲，你不要低估在脑中的影像啊。爱因斯坦也是在脑中出现影像哦，称之为心之眼，在想象中出现实相，可以将困难的问题以影像显现在。爱因斯坦的头脑里革新了引力，启发了狭义相对论，使脑中的视觉影像化，破解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引力的方式。在心之眼所看到的影像，推翻了时间、空间，所以爱因斯坦说出了有关时间的名言：过去、未来都存在于现在，无时间、无空间，启发爱因斯坦的实相观。因此，你必须重视脑中的出显影像。我先跟你讲，刚才你的轮回说还有什么要修了？你在你的主题啊。对。我引用《楞严经》，刚才佛陀讲的：“本觉妙性，不假修持。六祖坛经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大家都会背的啊。越修越执着，若修30-50年。眼前还是一片漆黑啊！阿难啊，问佛陀啊，人怎么会无明会轮回？刚才我一开始就有引用佛陀说：“不觉即无明，无明则轮回。”所以本觉妙明，以6根破无明得解脱。破无明得解脱最快的方法，刚才说过了，重复解开6根的真结，启发6根。你有6相了，就如天台宗智者大师所说。无法可修了，6相不是你修的啦，相应到光，自然而然而显的啊。对，光啊，针对灵性，马上摄受到，就立刻显6相。有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就可以显6相。脑中有1项是初显，有6相就不是在脑中了。若有实体啊，6相圆满，圆成10相了。唯识论中圆成10相，唯识论不是有依他起性
遍计所执，最后是圆成实相。如果还在脑中是你的观念卡住，实相停滞在脑中，不能外显。比如你现在看到你家门口可以吗？可以。这样你站在家门口，直接看过去，不要再想到脑中，直接看过去，脑中没有，就要直接看听到你门口徛你站在外面的，对啊。你头脑中的实相移出到外面，你的浑身在外面的，以后都在外面的，实相在外面称为六相。无量寿经讲五相，菩提树看到菩提树，照到菩提树的影子，尝到菩提果，听得到菩提树叶子沙沙的声音，闻到它的香味。净土宗只讲到五相而已啊，五相得无生华人，六相是我加下去的。对啊。什么叫无生华人？处于不生不灭的状态中了，已经在外面的实相可以称为实体，叫做实相实体化。叶魂心现在的服装站在你家门口有没有？有。摸你家的墙壁，门口的墙壁有。硬硬的，有了。那边墙壁硬硬的，你这里同时就硬硬的，也是量子纠缠啊。对啊。是相同的，同时发生的。对啊。六相实相中，意识随心所欲驾驶实相内容，宇宙人生万象以三世十方在实相中历历在目。对。庄子的逍遥自在，也只有在实相中能实现。佛陀说得无上安乐，当然这个无上安乐包括很广啊，看你怎么安乐法啊。瞬间到那里，瞬间回这里，彼即此，此即彼，含土十方无所不在。瞬间到海洋，你的浑身站在海上，你看，有如耶稣站在海上行走海面，你的浑身摸海水，对啊。低头摸海水，海水浅浅的。你阿伯讲，我就咸咸啊。境界实相突破了宇宙时空的限制，因此泰戈尔与爱因斯坦探讨实相的本质时，泰戈尔说，整个宇宙是以相同的个别方式与我们连结，那就是人类宇宙。人类宇宙即意识宇宙，也就是实相世界，如佛陀体证的宇宙人生的实相，人生一切现象，这可以转换成实相，不一不异，色即空，空即色之意，也正是符合泰戈尔的意识宇宙。泰戈尔说了，这是个相对的世界，其实相当仰赖我们的意识。泰戈尔所言，意识宇宙，人是意识沿着本心放光照明而成实相世界，人生一切现象，这可以在实相中显现。所以说照见，故称诸法实相。诸法一切法的实相，有为法、无为法，皆能圆成实相。所以泰戈尔才说，这是相对的世界，色即空，空即色的世界。色指物质，空指实相。宇宙万物这个成实相，不一不异，色等于空，空等于色，进一步也可以相微呼应爱因斯坦的一等于 N_c 平方呢。宇宙万有皆空，万有等于空，宇宙万有都可以等于实相世界。摸到宇宙万有，不止海水浅浅的，海水浅浅的可以代表宇宙万有的物，物由你的意识相应成实相之海水，所以艺术告诉你浅浅的。因此啊，从海水浅浅的得知泰戈尔的意识宇宙，就是这相对的世界，不就是整个宇宙以相同个别的方式仰赖我们的六相合一以后的意识吗？杂的本尊道啊，就是在当下活在海水浅浅的实相中，活在实相生活化、实相理想化。当下即海水浅浅的。刚才你被修所修了，修什么？本体本来具足，还要修什么？修就能超脱轮回吗？千古多少修道者，几个修出实相的？五祖弘忍说得好：不识本心，随法无益。若无本心观，何来生实相见如来呢？又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楞严经云：若修四禅、四空定、灭想定，进而灭尽定，修到九禅定，还没有实相。因此啊，佛陀才强调最速证的方法，从六根解脱。以修持而言，修到阿赖耶识，你就无法突破了。公庙要叫你修，你如果要修，继续修吧。
我刚刚特别讲那个签诗，就是因为当我看 DVD 的时候说射手，我马上想到这件事。我这一次就可以对。我靠啊！让浑身自由自在，看你的思想够大。你从头开始的战役是修啦，是烦恼轮回啊。现在破无明得解脱。感恩。加姐。感恩本尊。我来了，这里。你后你勇敢哦。你。感恩本尊。恭请本尊喝茶。我喝茶是习惯，滋润喉咙啊。我是嘉义会员。刚才本尊在介绍那个相片。我刚才那个万里长城在推的时候，我就法身上去。你有看到长城？有。上去搬那个砖块。那等你。对。再来，本尊在介绍室内那一顶斗笠。那顶龟梨啊啦。我就法身也是给他带着很高追呢。来，你今麦看到龟梨啊，滴伫你头壳的。对啊。今麦我跟龟梨啊，讹出来伫你头壳的。有。今晚你递鬼了呀？递超了呀？做高追耶！要感恩本尊，今天要帮我们加那个光，般若光。你突然要礼敬我，这样就好。好，来，就这样就好。来。安德，你超了呀，看得到，你个长城整个甲摸会当，实体就变成实相了嘞。感恩，常常在家里都有在推演呐。万里长城都把它拉进来，我那个所谓室内，我有在演练，平常有在演呐。所以感恩本尊。你讲般若光你有啊啦？有，我新年看的。看到般若光，这个您的回应啊。感恩，我新年有看到。亲眼看到为主。当下再出现你的浑身，后面有般若光，有圆光在般若光里面，称为相背圆光。相背圆光啊！感恩本尊。等等，后面多谢。下个你啊，厉害，下个你。感恩本尊大光体。感恩本体法身，感恩一切的缘起，让我这生有缘能够来到本尊道。寻觅觅多生累世，一直的在寻找。我的法身呢，一直在催促我，在寻找。寻找？你是在香港就在寻找？对，那时候香港也有学道的习惯吗？对，我以前就是在佛教10几年，然后再去一贯道这样子。就是在一贯道缘起的时候，就是已经有那些天眼，就是偶发的了。那时候还不知道，以为是做梦嘛，因为天空响雷啊，白天响雷，然后呢就催促我，他再三催促你赶快去找。我也不知道找什么了，那时候就是很喜欢拜拜，而且很喜欢台湾。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台湾，非常的感恩本尊，也谢谢我的法身，非常的感恩一切大光体。缘起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机缘能够来到台湾，就是1个多月的时候，就是我上网看第3眼的时候，就是点进去，然后就看到好多的第3眼，心里也很害怕，但是又很想看，就是很想了解这样子。后来呢，我有看到就是本尊道，这里好多人呢，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正派？我心是这样想。那时候呢，我们找时间来看看这样子。后来呢，我看片子看了1个月左右，然后就跟我先生就是来到本尊道，就是来了解。当我进入本尊道的时候就是有同道就介绍本尊道给我们认识，然后叫我去观看那个大日。后来呢，我就站在大日的旁边，然后直的看着那个大日。不到1分钟啊，那个大日啊，整个大日都在旋转，然后旁边呢，蓝色的旁边呢，就慢慢就变成粉红色的颜色，白光呢，慢慢就凸出来，变成闪耀的光，然后那个闪耀的光的表面再变，又有一层金丝啊盖着那个大日这样子。
我那一刻我就愣住了，哦，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感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马上我就加入了。而未曾有啊。对，感恩本尊，让我们进入本尊道，体悟大道的精华。我们现在也是一直的再去体悟这样子。在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个大日。大日其实我已经看过3次了，第一次就是大日它在那里闪亮，还有新加坡的那个林琼华，我是跟他在丰乐公园一起看到的，我们还把它录影下来，非常的喜悦。那一次就是已经缘起，而且看到那个光珠黄色的，它是像夕阳西下太阳那么大呢？对，就是夕阳西那么下的时候，大对它有时候你看到比较小一点是你的眼光，又名头光，它是大大的，好大的，就像大日出现像太阳，对，就是太阳一样，而且它是所以活活的。我刚才讲何意思？首先你内部有一个太阳，从心中发出光亮照射出来，对，非常的感恩。然后此光亮离开心中，化成亮点，停顿在额头上，不是眉心光，而是额头光。看到时很自然，但很震撼。它真的一直在那里闪烁、跳动、闪烁，而且还转变颜色。你越是赞叹它，它的颜色越是跳动，越是闪烁，到最后就是好像闪电一样，那个大日一直在那里闪。它是可以照明世界上所有人的灵性。对呀，非常的感恩。所有人的灵性啊，只是人不知道啊。对，谢谢。那一刻，我跟林琼华小姐就是一直很喜悦，一直在那里摄受，一直在那里感恩。永恒之言呐。对，从那一次见到大日之后哈，就是开始见到那些光珠啊，还有蓝色的光珠。万象就地明。对，那2颗蓝珠啊，就一直在我房间那里跑来跑去。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认知，也见到也不知道怎么样用，就静观顺势这样子。有时候啊，它又出现5颗红色的蜘蛛，有3颗是粘在一起，有2颗是隔开这样子，就在那里晃来晃去。你若有般若圆光之后，在发用的时候，珠珠就产生功能了。对，智知与智光是一体性的。珠啊，即智慧的智，般若智慧。般若智是针对实相表达，不经过你的五官知识、经验判断。龙树的大制度论是在解说实相，实相内容一目了然，马上知道。般若智如果还要分析、判断等等，就知识了。所以般若是面对的天部，一闪一动，一静一动，取代灵性的语言。中国哲学说，一动一静谓之道。就是当蜘蛛出来之后哈，那个镜像就一直的流露出来。有一天呢，我看那个水，它出现一壶水了，我看了5个礼拜，我也是静观顺势啊，这样子一直看了5个礼拜，只是轻轻的，只是停留在那里。后来第6个礼拜，它的湖面就出现泡泡。我也是静观，那个泡泡就在湖面一直这样慢慢的流过。然后呢，我的意识马上就有一种念头，我就把自己的法身变下去，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法身睡在水上，昂着头，我的右身是这样看着水下面的我，他对着我微笑这样子，我也对着他微笑，然后默默的感恩他。他一直在那里笑，后来我再把它变成一个巨大声，整个湖水，整潭的湖水都没有，变成一个好大的巨大声，然后呢，就再变成一条金龙在上天盘旋旋转这样子，然后再进入光中，再来呢就是连续哦，它再过1天，好像第2天吧，它又出现一个火啊，但是是很大的一把。红的火，它是光形成的火，然后呢一直在那里飘动。我又心想，这个火给我看是为什么呢？后来我马上又把我的法身投入进去，我就看到我的法身在火里面形成了我，也无碍哦。他轻轻的、微微的对着我笑，我也直直的看着他，一直感恩他。突然间呢，他就冲出来哦，那个火冲向天空，变成一只火凤凰，一直在那里大叫，哇这样叫，然后一直盘旋这样子。像你看到湖、看到水，或看到实相中的贝加尔湖，你怎么生活在实相世界，达到究竟涅槃？心经观自在行深般若蜜多时，就是真以究竟涅槃。以分身在实相中生活，分身在那里，就等于你在这里。
不一不异，人天无差别。实相中一切烦恼寂灭圆满，守其一，处其和，融入实相，所言报一，活在实相生活中，实现龙树的中论。涅盘即世间，也实现了心经究竟涅盘，究竟涅盘，涅盘即世间，唯有法身者能达到，所以活入涅盘呢，表示成道了。你刚才所讲的战役，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时已经到彼岸了。本心显给你看的实相世界，依实相世界达到究竟涅盘，以无所得故，因本心本来即是得，非外来而得。本来即足，故无所得。即使三世之佛，也依般若波罗蜜多时心经所言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本心合一之意。你还有何求？我恭请本尊赐我就是法身圆满，就是你的本心，是你圆满。感恩本尊。我只是提供你认知以体证，自觉、自悟、自证、自知、自明，实证足够，你就活在涅盘即世间，真理究竟涅盘。简言之，不分彼此啊，不二，不二。好，请坐，请坐。我赞誉完毕，感恩。好嘞。感恩本尊带光体。我是新主哈，陈秀凤哈。哦。以前我是常常会出离的。出离哦。出离到虚空，我是出离到虚空玩。有一天法身就出来了，直接把我带到虚空去。那时候我就很感动啊。瞬间呢？瞬间，我都是瞬间就到了。我太空说要到月亮，每小时4万公里啊。太空科学家以物理世界而论，落到银河系外要多少年呢？对，你的瞬间就是刚才我讲的瞬间实相，时间消除，空间消除。实相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时间定义是不同的。实相可以把物理世界缩小或放大，以大变小，以小变大，或消失时间与空间，从宇宙时空展现灵性的功能，相应爱因斯坦的时间、空间、物体、重力、能量等等观念。实相空间的宇宙另名意识宇宙，柏拉图称为精神宇宙。意识宇宙与精神宇宙，这以意识为背景。为何印度圣者泰戈尔说，人类的宇宙指的是人类的意识能量为驾驶，穿梭于十方时空，随时可以瞬间移动，宇宙星球在身边，宇宙随着心念而变动，所以是人类的宇宙。所以量子物理学先驱如普朗克、波尔、詹姆斯、海森堡、谢丁格啊，量子物理学家也必肯定实相是未来量子力学的核心。因此啊，量子物理学先驱啊，同样也肯定人类宇宙、意识宇宙或实相世界。现代思想家、量子学家、量子物理学家、量子实相家也异口同声说：“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如同中国哲学“宇宙在无心，无心是宇宙”，印度哲学家的“你即彼，彼即你”，至于科学家所谓的物理宇宙，似乎与人类无关。人类对物理宇宙显得陌生无感。例如八大行星与你有何关系？你会去关心冥王星或海王星吗？无量星系各自存在，所以不是人类的宇宙。以前亚里士多德说以地球为中心，哥白尼把它推翻，应该说以太阳为中心。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公转啊，太阳还不是中心，太阳也要绕着银河系公转，银河系也是要绕着其他更遥远的星系公转。无量星系这样一直延续下去，无量星系互相牵引着，这是物理世界，对人类是陌生的。实相可以轻而易举的瞬间见到各类星系就在眼前的空间，犹如金字塔、长城等山河大地瞬间转移进入墙壁里。这种量子状态与爱因斯坦的理解时间、空间、物体、能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原理类同。物理世界要到冥王星的话要9年，实相世界都是瞬间，实相瞬间到达任何星系，超越光速，这是爱因斯坦忍无可忍的。因实相无空间无时间，你刚才赞誉了你的法身，带你到虚空去，都是瞬间，
一念间，一刹那，一眨眼。既然法身带你到虚空，必定进入华严经所谓法界空，与虚空中随空而立。法界空以此处理时，法身提供给肉身感官的安息所。当你出离入法界，进驻法界空时，虚空广大无边，没有看到土地，无立时之地，怎么可以置身于太空中？好像透明，又好像不透明，向着没有窗户的窗外，竟然看到外面的无量庞大星系。外太空景象，光亮无穷，光怪陆离的奇异星系，感慨人类生命的渺小啊！出离进入虚空、银河等外星系，你所说的我都相信。谢谢。因为你有说是法身带你上去虚空，是你的法身功能。感恩感恩。我有时候跟人家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处理了。是意识处理，你还是看到你的分身处理？我看到我自己的法身出去。看到分身。看到应该是属于分身啦。因法身不动本质而遍布十方虚空法界，是到任何星系的。对对对，我20几岁的时候，曾经把木星当枕头，冥王星当跪开，会去的是天王星。宇宙天地是我的大厅，无量星光的闪烁是大厅的装饰灯，很过瘾的。对对，我在宇宙，你也可以这样，对，而且瞬间到银河系，对，对，这样讲我就到仙女星系，对，仙女星系要多少万年才能到达呢？仙女星系在那个地方就看不到银河系了。那我相信，我相信，是意识处理，它就是意识宇宙。泰戈尔说，人类的宇宙不是科学家的物理世界，先玩地球不亦乐乎，地球比外星球更亲切感啊。对了，对了。再引用佛陀所讲的，依据所知的量的大小来决定，相信我。先进思想家早就体证，宇宙在无心，无心是宇宙，相信吗？我相信。感恩感恩。我游过，所以我相信分身带我上去的。老子讲得好，道啊，先天地之先。现代先进的量子物理学家也认为，目睹者、观察者早已天地生。感恩本尊啊，能不能帮我公公婆婆安元光？我公公婆婆已经往生20年了，公公本来就是杨美人，往生20年了。还有我那个大婆户，我大婆、二婆、三婆都往生了。还有一个我先生是好，幻光照见了你们的骨处啊，前面契合。往生者自己随光照见出来的，亲戚朋友若是你忘记的，或者往生者，他们都照见出来了。圆照法界，从法界圆照往生者，所以你的亲友照见了。同学像遐弄出来，你无想到拢照出来，拢你唔捌看过穿衫，全体都有阳光了。算听得到，听得到的不是人啊！感恩感恩，谢谢。好，最后一个，来。感恩本尊。我刚回越南啊，回来越南人。对，本尊，感谢你，你知道我，因为这次我回越南啊，马里龙有拿一本尊这个分身，本尊帮我加持，光太强了，我去那边每个地方每个人我带动，他们都看到分身与我同在。你在越南带动的时候，他们都看到分身了。因为我今天晚上我想到哪里，晚上他们在那边都看到我跟分身先来了。好，我感恩本尊了。本尊加持里面太强，我去推出啊，每个人都做一股力量太大了。然后他看到本尊的装西装啊，我去北越，我去南越，我去中越，我去4个地方，我都带动每个人小孩的，他们都看见本尊。都可以看见哦。是很好。因为我非常感恩，我今天晚上我想到一个寺庙，我的孙女她带我去，里边拜佛啊，拜很多的宗教什么都有。他们做晚餐，有听到今天有2个人来，我跟本尊来，告诉他在那边打坐，他看到光一模一样，这个5车猪这样，他拍照起来。他说我看到有一个男生很。穿西装黑色的本尊这个分身本尊，然后我穿白色衣服，对我来，然后
早上我来，他们杀惊讶，他说昨天我看到你跟分身来了，因为我拿照片出来，我说这个是我的本尊，他说昨天我看到你们来了，对，我看你刚进来，我跟分身进来，他在惊讶，他说哈，你为什么你修这么好？我看你的头上啊有光好，有一个大热，一样本尊跟分身一模一样颜色，他吓一跳，他说。我看到你不是在越南了，你哪边来？我说我是越南，我在台湾，我认识我的本尊。我现在我的希望可以去越南传这个光给每个人。然后我进来了，他们都看到，他说他很惊讶，他说本尊都跟我在那边聊天，跟他们聊天。我跟本尊分身还有他们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人不知道啊，来做，他叫你起来。这个那边有人做，你不能做。然后他们起来，然后我跟分身还有跟他们在那边沟通聊天。对，我有一个体质，我可以跟分身沟通。我可以懂分身跟我讲。你可以和分身对话了哈。对话，我用我这个天的语言沟通，然后我明白一些的分身告诉我怎么样。很多事情我不能讲。因为很多的天的我不能讲对，然后我在那边沟通，他们说本尊你辛苦了，你20年了冤枉，今年你终于你可以走出来了。他这样讲，我说啊，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本尊一切的？然后我很感恩了，他不管我去哪里，本尊分身跟我做反变，我吃饭我做什么，分身做我反变。然后他们你放心，分身不会辛苦啦。分身啊，免困啦；分身啊，免架啦。分身随时出现，随时消失，化成光而不见踪迹，来无影，去无踪，逍遥自在，通达无碍，来去自如，比庄子的逍遥自在更逍遥自在。然后我很开心，我吃饭分身做我旁边一个小朋友7岁，他说：“阿姨，我看到分身了，因为我有拿照片给他看。他说我看到分身了，本尊啊，做你旁边呢，还有2位天使。”有金翅膀啊，他坐你的后边，他保护你。然后我去哪里了，我都想到光包住，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因为我都修过，因为我的孙女都拍照，他说阿姨，我拍照你，我看到都蓝色的光，刚才本尊都讲到蓝光嘛，蓝光都包住我，我去哪里我都想到光，因为我有时候我可以听到告诉我，比如分身都告诉我。我去哪里都想到光包住，我会要保护我的这个肉体，因为我去很多地方啊，我去很多的哪里都我要想到光。你是在越南长大是啊？对，我来台湾。你越南语都讲得很好啊。我是越南人。我来台湾你也可以和分身讲越南话，分身什么话都会讲。有，我跟分身讲越南话。你有讲过吗？对，有。他都会讲。是分身接触你，他什么都了解。德语、托瓦纳维、东西南北方言，任何语言啊，分身都可以应对。越南语你讲什么语都可以，不一定要讲国语。对啊。看我的话要讲国语。我去越南，我都跟分身啊讲越南嘛。对，还讲越南语嘛。我讲越南，让他们。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是台湾人就讲，你尽管讲越南语，分身都懂，你还会说出口，分身的他心通，就知道你的意思了。是的，然后我带动嘛，他们都看到本尊来了。不知道你在越南你带动起来了。我带动每个人都看见本尊。这样哦。现在波罗光你看到吗？有，感恩本尊。吹过去，在你的头后面的。有。向背荧光。有。有。好 ，OK， 再见。好，感恩本尊。感恩本尊。